好的，所有的观众，大家早安！哇，真的是在现在的整个天候状况相当的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桃园，即将要跟大家介绍是在这个桃园举行的2024年的这个台中银行的亚洲沙排公开赛的一个这个桃园站，现场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青方秘书长。这个邀请到青帮秘书长的整个意义不太一样啊，不仅是在室内的排球，青帮秘书长可以说是有绝对的一个这个权威性之外，其实在沙排的部分，其实青帮秘书长本身在沙排的这个经历来讲，更是可以说你应该算是台湾沙排的第一代的这些好手，对不对？其实玩沙排的时候是蛮早的哈。那去国际赛来讲的话呢，应该算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最早的一个。是广岛亚运的那个示范赛的时期，这个青帮秘书长那时候就是台湾的代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场球呢，将是我们的中华2队。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王欣婷跟谢逸然要面对的是来自泰国的这个好手 Chalan 跟Wawana。好，两位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正式开始了。哇，这其实沙排的整个个人的这个技巧性跟反应真的要很快哈。对，其实以沙排来讲的话呢，它比我们室内，我觉得说它更全面啊，而且它在整个的一个打法性来讲的话呢，跟它的观察面这个选手的一个这个能力呢要非常的好啊。呀。这有些时候在整个这个，因为虽然说场子是比室内的小了，可是因为就2个人 cover， 而且又有风的这个可能的影响跟变化啊。哇，这球想要用整个吊的这个方式，是目前我们在这个中华队呢，他现在也赚了1分了，是2-1。现在发球的是王欣婷。王欣婷也可以说是，我想很多的球迷也对他有熟悉度了啊，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沙排，之前都是以室内排球为主啊。对，其实他在室内的时候呢，其实累积了很多的球迷啊，因为他以前的一个不管他的一个这个在室内的一个打法啦，各方面呢都是相当的一个优秀。那现在转战沙排，其实他以个人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呢，也算是不错的。呀，其实前几年的整个沙排都在澎湖进行，那时候我们可能大家印象还有谁？乃涵，乃涵今年已经是整个女子队的教练了啊。对，哇，这一上来，这讲实在话，片场的整个风势也让整个王欣婷的发球反倒飘得更凶啊！现在又直接发球得分4-1啊！对，所以说刚刚志明兄特别提到的就是沙排，因为沙排它关系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气候啦哈，这阳光啦、风向啦等等的哈，所以这些的一个这个因素呢，你都要考量进来。那你在技术上面的使用来讲的话呢，就要充分的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这个天时地利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就是说。这我们在讲说打球，很多时候是要跟老天爷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默契搭配，打沙排更需要哈。我们来看这一球坐的看位置上，那你可以看到沙排的打法，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多的强扣啊，那有的时候是反倒怎么样去利用你手腕的变化来的变得更重要啊。对他的手法，但是因为我们说沙地的一个移动来讲的话呢，其实没有那么的一个这个我们说便利啦，就是迅速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说呢，他在整个的一个打法来讲的话呢，他会比较倾向偏重在手法的一个区块呀。像我们在讲说包球包得好的选手，是不是打沙排会占一些优势？应该是说他的控球能力会比较好呀。好，现在2-5。有这球救得不错，再来。啊，好球好球！哦，这球完全是晃过了对手。王欣婷跟谢逸然这一球再拿1分，6-2。哇，这其实开局打得不错哦，开局打得不错。这个能够持续去稳定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使用，能够再多元一点了哈。这球被判出界哦。手感跟怎么样在整个天候的状况之下去控制那个球，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了。这现在打得真的不顺，现在泰国喊暂停，喊出了暂停。所以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就是说，在打沙排的一个整个训练上来讲，其实真的那个空间感真的要很好，而且第一个，你突然间球起来的时候，你不管是面对太阳的方位，
你跟你队友之间的方位，那你的球要往哪边送？哇，那真的是就像刚刚清芳老师提到，你要很快的能够反应得过来啊。对，但其实两个人搭配来讲的话呢，它是格外的重要哈，尤其在拦防上面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有一些策略性，因为毕竟就像志平兄特别提到了，场地非常大。那场地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能够去一个人拦，后面一个人防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他更需要说两个人的一个这些战术上面的一个这个默契上面的使用。哇，其实你从这个画面上看起来，其实打沙排真的蛮享受的哈。那当然，我想很多人一定印象很深，今年的奥运呐，放在那种埃菲尔铁塔下面打沙排，哦，又飘一个好球啊！哇，其实你可以看到哈，在国际大赛在争办的过程里面哈，他都会把沙滩排球列为一个重点的一个这个项目呀。那列为重点就是说我这个沙排我要放在什么地方来去做一个比赛的一个会场，这绝对会去吸引到委员他的关注。真的，你像说今年把那个场地架在埃菲尔铁塔前，你说委员怎么舍得说 no， 对不对？全世界哇最漂亮的场景就是那一幕了。对，没错。好，在整个发球的动作上，沃瓦纳发生了失误。好，现在第一局不错，9-3，中华二队现在是维持着领先。现在轮到王欣婷的发球，再飘一个，欧巴劳机会，好球，好，直接是一个霸包。哇，这个开局就气势有打出来啊！是，而且分数落差蛮大的。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华二队啊，就是说稍微的。把这样子一个这个技术，还有他的一个整个打法呢，稍微稳定一下。哦，这球造成平冲，来看看这球没有办法攻了，只能够放短。机会来了，哇，好球啊！看着对方的两个人的站位，这球往直线后场拨。所以我们说，在整个的进攻的过程里面，从你的助跑开始都在观察呀。我想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好，你说这样子打球啊，这样扑下去啊，任何这些动作做完的时候，一直身上那种沙，那是什么感觉啊？就黏黏的。喜欢的会很喜欢，对不对？其实会很喜欢，其实是蛮舒服的，蛮舒服的，蛮舒服的，因为你看到这个沙子，它可以给你做身体的按摩。真的哇，真的是啊，这球在拦网最后的整个出手，还是把角度稍微做了一些的一个变化啊。那块怕沙排差不多那种包球用大，对，只有出手往哪边送。一般来讲的推扣蛮多的。好，4-11，打大斜线有，哎呀，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长了一点。对，谢依然这球其实方向已经抓出来了，可惜。哇，这个真的是打一个相当边角的一个大斜线，差一点点。好，发球是沃拉纳，有，机会来了，啊，直接过，再来，好，持球。其实沙排的整个这个传接的动作上来，已经跟室内有一点点空间上的不一样哦。但其实因为沙排它讲求就是稍微要慢，要慢。但是你慢也不能够说不能太慢，它最重要是说你在下沉的这个动作哦，你可以下沉，但是有的时候你太超过你的，比如到了这个所谓的一个胸前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要容易会抓。对。5-13，好，来可以哦。啊。通常来讲，当然了，你在拦，你说要真的卡得很死哇，那真的在沙排来讲真的很难，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女孩子的地方来讲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说可以增加一些强力的扣杀了哈，因为当然你的技术的应用来讲的话呢，你说推扣啦、打点啦，或者是说这个用一些比较技巧性的一个打法哈，那个是在于破坏整个对方的一个防守的形态。当你逮到了机会的时候呢，这个强击来讲的话呢，毕竟还是比较有效的。呀，好，这一球在整个发球上也直接是接的稍微偏了一点，让泰国再拿一分，13-7啊，7-13。哇，这球有飘，这球有飘，来了一阵风。对，我们感受到那一份风，其实也灌注到了这个球的球体上。
8比13。哦，这一阵子让泰国稍微气势上来，稍微喊个暂停一下啊，喘一下，喘一下。好，我们在整个现场看到了台中银行的整个沙排的公开赛啊。那今天是第一天的赛程。那这一次的男生有15组，女生有13组。那女生的13组分成4个小组。那我们的台湾的2队呢，分别是在C 跟 D， 那各分组要取2名进到8强。那这是我们在今年的沙排的第1场的一个实况转播。来看看这球修正过来，有机会没问题吗？来看这一分，压球还有。哦，现在这阵子泰国的这2位选手慢慢的有比较适应状况哦。对啊。博瓦纳的发球，其实，在这种没有人拦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应该是绝对要做强击的动作。这球跳的位置有一点点没有起来啊，所以说那个出手的那个动作完全是不对了啊。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个王清林他们所站的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是属于逆风的状况。其实这种东西来讲的话，你就不用太担心，就是说，你大力的打到对方的一个区域里面去啊，让他透过风向可以做一个旋转式的让他踢倒下降啊。哇，现在一样哦，感觉起来好像这个两边的一个气有在转哦，气有在转，分数有点被追上来，11比13。这其实讲实在话，看了这个沙排场，球员当然打球很辛苦，其实最辛苦的是一踩，尤其一踩，卡地安这刚嘞哈，对，完全不能动哎。不过今天一早的这个气候算是相当不错，是，可能要到接近11点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就会比较大一点。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这个王欣婷跟谢依然喊暂停。那开局打得不错啊，那在整个发球的部分一直破坏对方的这个接传，那在整个进攻的点上也都有拉得很开。我这一阵子对方一方面是适应场地，一方面是发球开始加压，而且在整个移动上来，这现在会是个考验啊。对，可以看到最近来讲的话呢，在以泰国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个在如果说球比较开的情况之下，他们都不想上去拦网。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做一些强击的动作让他们在整个的一个这个防守上面呢，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啊。好，现在博瓦纳继续发球。哇，还是一样啊！这个接球的整个到位啊，跟接球接的有点太平了，过头之后反倒这个往前是一个大空档。哇，这分数冻结在13已经好一阵子了啊。对，一下被拉到已经1分差了。呀，12比13。还有，说其实就像刚刚清芳老师提到啊，你真的是打沙盘，你对那个路线的判断跟对方的接球跟起跳的位置，他能做什么样的转变，你必须要很有经验，对不对？对，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整个的攻击手自己助跑的时候，就会先观察对方防守的形态，要先看。当然，对方的防守他也会做虚虚假假的一个这种状况啊，就是说有一些会用欺骗的方式，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举球的这个人，你上来了以后呢，你举出去，你要去提醒他哪一个路线可以打，用一些声音来做一个沟通。
拦得漂亮，是啊，哇，这个球前排漂亮的拦网，谢依然呀，谢依然这分拦下来，现在再取得了2分的领先。这个沙排毕竟不是室内，你说打点拉得很高很难呐，很难呐啊！15比13，领先2分。这个打沙排的基本功哦，这要怎么个练啊？这平常是不是每天沙滩最起码跑个10公里？其实你在沙滩上跑久了以后，你就可以适应了哈，适应这整个的一个部分啊。那因为它这个沙地是柔软的嘛，柔软的时候，所以你在整个小肌群的一个部分呢，它就是会运用的比较多一点。呀，哇，这漂亮哦！可是在这个防守上有点可惜哦。对，双方这一波来回的攻击啊，算是比较有一个这个强度哦。14比15，小兰的发球，好，这一波的进攻很重要。谢依然，好球，等一下下啊、哦，完全看到对方先起跳了，直接戳过去啊！哇，这球真的是抓所谓的时间差啊！哎，这球没有包到，没有包到，有再一分16比14哦，刚刚真的是一个空窗期了，不过还好，现在慢慢又有一点点这个恢复了自己的那个节奏感啊、哦。对，谢依然在继续发球。哇，死角！像我这次在看整个奥运的转播啊，哇，好多这种国际一流好手都是他不见得个头高，可他那个包球对球的那个掌握的精准度真的是蛮吓人的。他这个包球来讲的话呢，其实还要带一些所谓的一个力量啊，让球速可以更快一点。这球出界了，感觉上是一个出界。哇，这个球我们这个角度看得还蛮清楚的规条球在线外啊！对，没错。哇，好吧，16比17。有的时候然后因为沙子这个弹起来的一个状况会影响到线。哇，这分想要掉实在是没有什么角度啊！这分让泰国给赶上17比17。这个怎么抓的是站位啊？对，要抓的是站位。18比17，这一次的接发，我就觉得说谢依然有点退得太快，退得太快了啊！对。好，双方换边。不过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这个开局啊，我们的组合打得不错，可是感觉得出来泰国这个组合是有经验的哦，相当有经验啊。其实泰国这个组合在2023年的这个澎湖站的时候呢，他们也来过台湾来比赛，当时他们拿下的是第5名，并列第5，就是也是打进前8了吧？对对对。好，这个发球的失误，双方目前18比18。关键的发球，好，机会来了，直线有，这分拿到，再2分，19比18，在这个桃园这边的拨沙排跟看沙排就刚好这个飞机的航道啊，所以说这又有一种不同的一个这个感受啊，19比18，再来一个。长线斜的出线，这一分拿到20比18。好 ，3 point。哇，太刻意的想要戳一个斜线，不过这球戳过头了。再一分。有了，发球直接的得分，我们的王欣婷跟谢依然。第一局先是以21比18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决定。对，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沙排的场地，一字排开3个场地啊，这洋洋洒洒啊。来这边，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周末也在整个桃园的附近，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大园的这个沙排场啊。今年的台中银行的这个亚洲沙排公开赛就在这儿啊，要为期4天的一个比赛。刚刚中华队的这个王欣婷跟谢依然先是21-18拿下第1局，现在进入到第2局，这个长线出界。有这一分拿到，我从第一局你就看得出来，对手确实是有不错的一个经验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整个进攻上可能真的是要把握度要再高一点啊，稳定度了啊。其实可以看到对方在这个攻击或者是在拿分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套他们的一个模式在那个地方运作。那其实，在失分的时候呢，中华队就要想一下，就是说看看在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方式该怎么样子来去做一个应对呀。长线哇，这个球的整个位置没办法啊。这个包球的位置其实掌握的相当不错，虽然呢你看到在起跳的时间，王欣婷已经稍微站着了啊，可是还是没能够抓到。1-3，好，发球偏掉了，这球出界，抓的再拿1分。王欣婷、谢依然目前在第1局21-18拿下之后，现在第2局4-1领先。这经过裁判下来去确认一下这个的位置，确定是一个界外球。好，再来吗？哎呀，可惜啊！那其实刚刚青妈也提到一个重点，因为风向的关系，顺跟逆啊，对，所以你怎么样去运用风，掌握度那个变动是一个。还会可能是一个加分，也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啊。对，但其实我们在打沙排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整个的一个这个风向哈，还有它的一个阳光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你比如说你这个阳光的部分可以透过，比如说你戴这个太阳眼镜来去克服它，但是风向来讲的话就比较难一点。所以说这个风向你了解了以后呢，你可以去充分的运用风的一个这个能力来帮助你。所以说，我现在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青妈一直讲说这个乐趣啊。其实有些时候乐趣就是你要跟大自然搏斗，不是只有你的对手。是。所以那个成就感其实跟室内比起来，而且它的主动权更大。对，对不对？不像室内是打给打。对，而且尤其在沙排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他在沙地上的一个这个踩跑，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这个扑救，其实都是蛮舒服的。那唯一比较那个让你会觉得说比较累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大概就是说，你要花费更多的一个体力啦、肌力啦、耐力啦这个方向，还有去跟这个太阳来去做一个对抗哦。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有一些沙滩排球的一个比赛，在国际赛会来讲的话，它不会在白天来进行，是它就是用在夜晚场。对，很多的一个这个赛会呢，就是一直在改变。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以往所谓的沙排一定要在沙滩，一定要在白天日正当中，嘿，概念是不港。对，那以前的沙排就是第一个到海边去嘛，现在都不用了，全部到室内里面来。对，就营造一个时尚的场景就对了啊。那像这球，长线，哎，被守住哦，再来。这球其实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重点在传浪的爆发力哦。这个球有点，应该是会来不及，他有跟上哎。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球它是有点扑进去的，对，很远。对，所以代表他的腿肌力是够的。其实这个场地非常棒啊，在108年的时候，全国运动会桃园全国运动会就是在这个地方来举办呀。对，这个发球直接的得分啊。博拉马的整个发球现在反超泰国队是6-5领先1分。好，机会来了。
其实用上手举球好像不在沙排很少看，比较少，对不对？对，比较少，因为第一个就怕什么样？就是刚刚提到的，像泰国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被抓了一个持球，这一次我们被抓了一个连击。是。那其实很多人就干脆我就不用上手了啊。对，因为其他的一个尺度的拿捏啊，完全在于主审他的主观的判定。哇，这个球被判定是刚好出界啊，刚好出界。这2分让泰国拿到，现在在第2局是8-5领先。哇，其实你这些球看得出来，就泰国的组合是很有经验啊。什么时候你看到对方的站位跟节奏，我往哪边送啊？那不见得每个球都一定是基本的逻辑在打啊。其实沙排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你除了要懂打球以外呢，你还要懂得玩球。你怎么样去玩这个球？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两个人的一个防守，他所站的位置有可能是一前一后，有可能是平行。那所以说，在这整个的一个四方形的场地里面来讲的话，你怎么去运用这个球送到什么地方去？在临场的过程里面，你都要去观察。长线，哇，有打长了，但这个路线是不错的。对，这个路线其实是有闪开的哦。所以说，基本上打沙排真的，他对个人的一些手的一些动作、包球的能力跟精准度，他要求是很高的哦。但是话说回来了哈，我们说一些刚刚提到的包球啦、打法手法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强击啊，因为毕竟强击来讲的话，它有力量，它除了有力量以外呢，它的速度也快啊哈。好，在目前的整个第2局的情况之下，在前半段我们还稍微领先，不过中半段泰国真的是把这个经验给拿出来了啊，所以现在稍稍在分数上双方有着4分的差距，不过没关系，继续加油。来看看王欣婷的发球。哇，也是一样啊，这空间感很好，直接就突破，直接就处理了。对，所以说排球没有绝对说一定是1、2、3的哈。那你可以看到他机会来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他们的战术的一个运用也会有如此。我把球接靠网一点，让你直接来做攻击都有可能。对，再来，直接来突破。对，哎，也是马上还原颜色，不错啊，谢依然。就是有时候，所以说简单4个字，打沙排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对不对？没错，跨输板输了啊，没错。啊，这球可惜啊，谢依然想要再压的平一点点，这球没过。12-7，泰国在第2局目前领先5分。哇，这个发的有偏哦，哈，那个点是发的相当的歪啊。哇，不过真的讲实在话，打沙排也是相当吃这种爆发力哦，第一时间得保来处理哦。其实它整个的一个这个助跑的过程里面呢，它不像室内了哈，室内是可以做跑跳，那其实沙盘很多我们都会像走跳的这种模式哦，所以你的爆发力要很好。是。好球救起来，有机会，好球，打长线碎了，这分拿到。对你像这种强击球，它守了以后呢，它也会喷了，所以强击球还是主要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它的进攻的一个模式。好，21分，休息一下。好，在整个沙盘的规则上，两边加总的分数21，就是一个所谓的技术的一个暂停时间。那另外就是两边各有2次的一个喊暂停的一个机会啊。那现在我们在
整个桃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2024年的台中银行杯的这个亚洲沙排的一个公开赛。那今天在桃园是第一天的赛程，男生这次有15队了啊，女生有13队，都各分4组。那大家都要在4组当中争夺这个前2名的一个机会，进入到最后的8强。哇，打得很好，真的是啊！你看哦，一样啊，就是在几个面向。第一个，你摆明知道自己队友给的球就挖棒哎，你加速上去，而且重点是出手的那个点的路径也找得很清楚哦。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在前排的拦网是格外的重要，因为拦网来讲的话呢，当然他第一个目标就是我拦死你的球，是，要不然的话，第二个我就是拦他的路线，让后面的人可以去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守呀。发短球来看这一分的处理，还有，还是一样啊，还是放点啊，都是这种放点的这个，看你的站位了啊，看你的站位。哇，其实跟刚刚青芳讲，其实那个前排那个拦网的那个能力，也真的是会让对方在整个出手上会有多少空间，还在于你那个拦网能够给他对多更多的威胁哦。对，那其实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像泰国这一次的一个状况，他看到这个球是开网的，我不跟你拼拦网，我就赶快退防。是。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拦防的一个或者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搭配上面，两个人是默契要非常好。而且说我要退什么地方，这事先都要先沟通好，所以这个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一样啊，虽然说有一个强攻的角度，不过这球可惜了，出界啊。那另外一个，当然我们要考量一个现实面了，因为像比如说现在地球暖化，所以沙子会烫的哦。对，不过这个还好，像这种黄的这个沙地还好一点。这大卫都会先喷水了，喷水。对，然后这球应该是触网了。规则上来讲，还是一些原本台球室内场的一些规则都还是类似了啊。哇，这局有点分数被拉开了哦，19-8。沙烂要继续发球。有了，好球。好，现在把分数稍微追一下啊，9-19。那当然沙排来讲，基本上打3局的了啊，没有到那种像室内要打到那么的久。不过讲在其实也蛮累人的了啊。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太阳的一个这个曝晒啊，其实选手打得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是。好，长线这球机会来了。王心平这分啊，是不是触网？哎呀，蛮可惜的。是，因为这个可以看到已经是完全没有人在拦网，你看他球拨了以后手再加压下去了。对啊，还是去 touch 到，因为重心不稳啊，这个也是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在打沙排来讲的话呢，真的尽量是到球体的下方来跳会比较稳一点。所以说过去了。不过刚刚你看到青芳老师讲到一个重点，然后我们待会再聊。现在第2局让泰国的组21-9拿下，现在局数形成1-1，待会第3局。第2局比赛结束，泰国队以21-9赢得第2局。End of the second set. 21-9. Thailand won. 请各场地的服务同学注意，我们在场地内设置的冰桶，里面的矿泉水是供应给参赛的选手。
请各场地的服务同学自行到工作室搬矿泉水到场地饮用，多补充水分，谢谢。好，看看整个第2局的情况，8比21啊。那现在进入到了第3局啊。那一样啊，3战2胜，可是第3局当然没打那么长了，只打15分了。不过就是看看两边谁能够坚持到最后。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华队来讲的话呢，其实想一下第1局的开局怎么的一个打法。好，现在重新来这拼这15分，好，就看看谁能够一鼓作气。第1分先是让泰国给拿到。好，这个没发过哦。现在双方第3局一开始1比1。所以讲在打沙排真的要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对，真的这个意志力非常重要啊。有长线，哎呀，人质跟上去，球没有顶起来呀，可惜了。其实辛廷在防守上面来讲的话，他启动太快了啊，因为他看到他对方是握拳头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先往里面冲了。其实要先看，不要冲得太快，因为你有的沙地你的移动已经是不是那么方便了哈，所以要整个的观察清楚一点。哇，可惜，这个默契搭配上球的整个方向没有控制好。对。那有的时候呢，像这种的一个我们说属于这种安全球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干脆打高打长过去了。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呀，3比1。哎呦，没事，虚惊一场。这个球出网之后没过，所以让我们再拿到第2分，2比3。好，双方的分数加总5的倍数啊，现在双方换边。是打沙排，原本大家从一开始认为是一个休闲，到后来已经成为一个奥运的正式项目。现在打起来就真的是pro级的选手是越来越多。对，而且不管是从室内排球场转战，现在甚至连 NBA 的退役选手都有转战沙排场。哦，真的这样就掰了，真的。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推广在休闲，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赛的时候呢，在海边的一个比赛，那海边的比赛有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滩的地方是很宽阔的，看起来很舒服。是。第二个就是海边有很多的美女，可以边打边欣赏。第3个就是有高额的奖金。是。所以说那几个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呢，其实打沙排是可以在你身心灵都是相当不错的。呀，就等于是你度假的一环的感觉了啊。就总觉得打沙排的人比打室内排球有生活。对。不过现在演变了，就是竞技的一个部分呢更专业了哈。那所以说一到室内来了以后呢，其实它精彩度就会更加的比这个所谓在这个所谓海边来的精彩一点。这球的整个进攻的角度相当好啊，刚好是压在线上啊，好，现在追成4比5，谢依然的发球。这个球讲实在，你看哦，拦网已经放慢跳了，可是重点是在整个进攻的角度上，你只能够说在整个动作上，瓦拉纳的整个控球能力是够的。是，你看瓦拉纳，他其实他跳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刚才仔细看，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是看一下对方在做出手，但是他确定你的后防的防守人员在什么地方。好，双方换边，6比4，差2分。所以在防守的时候呢，其实你有主要的防守跟路线跟次要的防守路线。那你主要的防守路线可能是比较在这个所谓比较短的一个区块，但是你次要的部分来讲的话是比较大，所以你要去专心注意到这种球的一个变化。哇，这球顶得漂亮，还有可惜呀，防守第一时间有顶起来，可惜谢依然这球没有能够再顶得再高一点点，也让王欣婷跟上的时候慢那么一点点哦，7比4。加油！3分差。好，王拿的发球，这个出界没问题。好，这一分出界，现在再追1分，5比7。
王心婷的发球。这球没过，再一分，6比7。现在分数追上来了，只差1分。要把握这波啊，要把握这波。对，分数要先咬住。哇，飘过头了啦！我才要说现在是没有风，不是现在是突然间没有风。对。哇，这真的是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的哦。说风是雨，说雨是风啊，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好，这球接的不错，机会，放持械有啦，漂亮。再接一分，有点紧张哦。现在双方加起来是8比7，要再换边。哇，这场过的话，晋级的机会就大增了。对。哎呀，可惜呀！突然间对方还是戳了一个短球，虽然说不会上来，最后还是没能够顶过，蛮可惜的。那在整个局数上，这个王英他们这一组总共3个组合啊，那除了泰国的组合，这还有菲律宾的组合。还是一样抓你的一个拦网的节奏之后，送一个后场的极限。10比7，好球！哇，这个没打死，再来，还有，靠啊！哎呦，奥赛！哇，这球刚好是压线呐！11比7，哇，这阵子从8比7分数被对手连拿了3分啊，连拿了3分，把分数稍微给拉开了。中华队叫出了暂停呀，稍微缓一下。哇，这真的是整个局势变化的很快啊，相当的快啊！而且沙排的这个比赛其实跟室内不太一样，没有办法在旁边 coaching， 没有办法，对，就直接要自己只能够冷静沉淀，两个人沟通。虽然有教练了，但是这个就像网球一样，是他网球上关的，现在可以 coaching， 以前不行，对，现在可以了，对。基本上，反正对选手来讲，就是他的自主性要相当的高，对啊，他自己面对问题、面对挑战、克服、突破啊，这就是沙排一个还蛮不错的精神啊。是，所以完全要依赖选手了。我就是说，这2个人一个搭配各方面呢，还有他们2个人的一个默契，在场上的一个发挥，怎么去沟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对方的一个这个特性，在场上也要随时去发掘跟这个互相的提醒。暂停过后11比7，博拉纳的发球，开网，哎呦！这个谢玉在后面完全没有动作了呀！所以在沙排来讲的话，真的防守非常重要，那个机动性非常的一个要具备，相当的一个敏捷。然后出界了，跳过头了。所以说真的是啊，卡波要能够在沙滩上变得轻盈，哇，那真的是只能够加倍的这个苦练了啊。对，那其实沙排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基本功来讲的话，真的第一个要先练脚步了，沙地上面的移动。其实讲真话，这个只要你的脚步好，几乎任何运动都差不多赢一半了啊。对，都赢一半了。好，现在8比12，换过来看看这边，王心婷。
也是太长了，也是过头啊，可惜啊，也是过头，13-8。就到，好，还有，有，漂亮，再来。哇，这个打的点还是很准哦，打的点还是很。前面刚刚已经2位选手已经救了2个险球了，不过最后这个球哇，包这个直线啊，反方向啊，对，这种他直线打得很分明啊。不错，好球，这分呢？怎么是这一次是被有触网吗？应该是触网，对，可能是被副审抓了触网。呀，好，这一场比赛结束啊，最后泰国的组合是15-8抢下了第3局，当然对我们来讲是有点可惜。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第3局比赛结束。以2-1获胜。End of this match. Congratulations. The winner is Team Thailand.好，我们现在在桃园为大家来转播的2024年的台中银行的亚洲沙排公开赛。那第一场啊，相当的可惜，对王欣婷跟谢依然而言，虽然说抢下了第1局2-18，那第2局硬是被对手21-9扳回之后，第3局激战到最后啊8-15，让这个泰国的2位选手查烂跟瓦拉纳拿下了第1场的胜利。他们在 C 组分组的第1场的一个比赛。那在这场比赛中，其实看得出来了，沙排就真的是简单讲，就是要有肌力，要有耐力，要有空间感，各方面来讲，其实确实是要很扎实的功夫哦。对，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在这个基本功应该对他们来讲的话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平时训练他都有。不过有一些是需要加强的，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了在防守的区块，对方的出手来讲的话，后防的这个选手呢，你要判断他的手型，他出手的一个模式，然后呢做出最快的迅速的一个方式去做移动。不过我们今天看到了在中华队来讲的话，在后防这个区块可能是稍显的不足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泰国的一个打法，我们几乎都没有太大跟一个防守成功的一个机会呀。好，接下来的第2场球，我们的另外的组合刘碧欣跟吴淑芬要来跟来自韩国的金世妍跟 Harry 来做一个正面的交锋。当然期待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第1组的另外的这2位也是有经验的好手，能够在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表现。那当然这一场的转播工作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也谢谢在我身旁的青方秘书长。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沙排再见，拜拜，拜拜。
好，欢迎所有喜爱沙排的观众，跟我们一起来到了桃园，在2024年的台中银行的这个沙排的公开赛，我们在今天要在现场为大家进行的是第一天的赛程，在8月23号，今天接下来要来看到是我们的组合。刘碧欣跟吴淑芬要来挑战的是韩国的 Harry 跟金世妍。现场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于清芳于秘书长，也是这个室内跟沙排的双栖好手。那当然，在今天也透过他要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哇，这我觉得这个天气预报真的是太骗人了啊！写27度啊，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应该其实已经有一点秋天的气息了，不过应该过30度是跑不掉了啊。不过我们刚刚看了第一场，现在看这个第2场的比赛。那刘碧欣跟这个吴淑芬，是不是也请秘书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也应该是很有经验的选手。对，两位的一个选手，他在沙排来讲的话，算是老将了啦。因为其实刘碧欣，他介于说。他应该是蛮有兴趣在这个区块的，所以你看他现在虽然在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一直都不放弃沙排这个区块。那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一个这个经验各方面的相当的一个这个充足。那我想呢，这场球赛对上了韩国队了哈。那对上了韩国队来讲的话呢，其实韩国队虽然两位选手来讲的话呢，也都有他们在国际赛的一些成绩啊，但是我相信，以他们这个刘碧欣跟吴淑芬的这个一个经验呢，应该会比第一场的球赛应该好一点吧。对，其实我们就期待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比赛你毕竟对手也有对手的实力，可是最像你要把你自己的那个氛围给打出来，对不对啊？其实很重要，在场上了哈，场上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两个人的一个默契搭配哦，甚至临场的一个这个互相的沟通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现在来看看我们在整个第一天的这个第2场的一个比赛。当然，今天的整个赛程安排，上午的4场球，在所谓的这个主球场啊，都会有中华队的选手的出赛啊。那前面2场是女生，那接下来的2场会是男生。那这一次的整个中华队总共有男生女生各2组的一个选手，所以等于上午的部分我们会看到，那下午部分也会继续看到整个分组预赛的一些他们的出赛。那在整个今年的参赛的队伍啊，刚刚也提到。男生有15队，女生有13队，所以说总共是使用了3个球场啊，3个球场。那当然，在这个整个球场的规划上来讲，这一字排开其实是可以有4个球场的一个容纳量啊。不过今年是使用到3个球场。那当然前几年的这个比赛都来到了这个澎湖，那今年是首度移师回到了这个桃园。其实北台湾真的需要这种沙滩的排球场，北台湾这个资源算起来是比较之下是比较少一点点啊。对，应该我们说应该这个要讲谈到是国内的设施啦。国内设施针对沙排的一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其实是蛮少的哈。这尤其分布在各个的县市里面呢，其实真的不多了。所以说在举办这些大型的赛会来讲的话呢，它有一些难度。那当然了，尤其是在我们国内里面要推动沙排来讲的话呢，其实它还没有办法去专责化，就比较可惜的就是说，现在学校里面呢，它没有太多的资源，有沙滩排有一个场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排球来讲的话呢，现在大部分的很多都是室内出来兼这个沙排的一个部分。那协会呢，它也一直想要来推动做一个分流啦，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难度，因为毕竟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场地，它就不是那么多的一个我们说有这个的一个。这个场校地可以来建造这个沙排，而且沙排的场地其实它维护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不断的沙子会流失啊等等的。那当然，如果要分流，第一个可能要先把校园的一个这个场地先扩建。其实讲到，因为有些话可能这样讲起来，年轻的球迷不见得知道，可是我们这种比较资深的就知道说，哦，台北曾经有过，比如在什么台大的校园啊，对，还有在中正纪念堂啦，那时候都有弄过沙排场，可是那个是硬是把沙囤进去，就跟这一次的巴黎奥运是一样，而且那个花的费用不少了。对，最早应该是在复兴国小，就在仁爱路的复兴国小。哇，你比较资深，你比较资深，你比较资深。那个时候是4人制的一个这个沙排，那时候还在推广的过程。是。那台大的那个时候呢，已经进入到2人的一个这个对2人，那个中正纪念堂也是2人的。对。那当然，在这个的场地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要移到室内去哈，这个经费非常的庞大。对，光是这个买沙、运沙，还有这整件哦，是相当大的一个这个经费。好，来看第一局的一个情况。掉短，聪明啊！这个第1分的一个掌握度方面，其实相当的精准。刘碧欣，
这个我们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光是看他这种身材跟整个肤色，你就知道真的差不多1个礼拜，最起码晒个几10个钟头是跑不掉的、啊。时常在这个沙地上打滚啊。啊，好，来看刘碧欣的整个发球1比0。哦，这个打球真的是哦，其实你像打沙排，当然了，某个程度来讲，它真的是对球的掌握度会是更大的关键啊。对，其实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在防守的区块哈，防守的你后排的这个站位很重要啊。你怎么去取决说我这个场地我能够移动个2、3步就能够去救到这个球，所以你的站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球，好球，这个球高度不够，也直接让我们给拦了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球，在第一时间救得漂亮啊，刘碧欣。那在往前的一个压球，吴淑芬也可以说是很有经验啊。对，其实，在网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尤其是在拦网的一个区块啊，球是要靠网哦，想尽办法一定要把这个球拦下来，要不然就是路线一定要控制好。嗯。好，现在应该是我们3比1领先，3比1领先。3比1。吴淑芬的发球，哇，想要压平一点，可惜了。聪明啊！现在两边都打得很技巧了啊。一方面是其实两边的接球，其实现在接的都还蛮顺的啊，所以说整个。不管是在整个传输上，还是在出手上的点，也都有抓到啊。哇，这就可惜了。好，基本上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可以感觉出来，两边这一开始打起来就真的还蛮激烈的哦。其实很多的选手都希望说能够再往前来，就是说放一些小球哈。其实有的时候呢，可以让对方去做一个比较大距离的一个移动了哈，就是说把球送到后区去。呀，好，现在重点还是在于说接球了，接球要能够先接好哦。对，这个针对对方没有人拦网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很好运用了。这有时候真的是在整个这个反应的一个速度上啊，这个马上的一个立即的一个修正啊，跟调整，这真的是很重要啊。5比4，双方目前在第一局一上来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拉锯啊。吴淑芬的发球，哦，好球，好球，好球。6比4。长线，这球有跟哦，这球出界，好球。刚刚这个青芳老师在前一场也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这个跟球最好能够跟到球底下，当然就是你的脚步真的要够快，要够快。其实你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去，让你的移动更加的一个迅速，就是观察了哈。因为你看对方的一个形态哈，出手的形态。机会直接往后场送，再来。好，这球机会有，哎呀，没有垫起来啊，这叫不菜啊，枪 sport 啊，没有垫高啊。淑芬这个球，他是判断说他确定他会送一个这个安全球过来，不过自己的一个移动呢，稍微少了半步啊。哦，
在整个动作上一样哦。吴淑芬这一球点的整个控球位置控得相当的准。对。这个还好，他整个的平衡算还好，因为跳起来有点失去平衡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把这个球打到了直线。维持着小幅的领先8比5。有贴过去，好球，触网还是翻了过去，再1分。好，9比5，现在这个分数的这个领先到达4分。可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这个刘碧欣跟吴淑芬在整个控球能力上来讲，其实是控得相当的稳定啊。再来，好机会。啊，漂亮漂亮漂亮！这个攻防之间啊，不管是在整个所谓的拦网的一个 timing 的掌握，跟转换上来讲，哎，这球都做得不错，也使得分数再拿1分，10比5。这一开赛打的就是很沉稳啊，到目前为止打得相当的这个沉稳。好，现在是韩国的组合喊暂停。其实韩国的组合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杭州亚运的时候，他们也有决赛。那不过当时他们的一个战绩并不是特别的。对。不大致上这些在打这个沙排的，像每个国家还是有选所谓的国家队哦，所以说国家队他们都有个2组到3组，也都是在所谓的不管是这种亚洲的巡回赛，甚至这个世界的巡回赛，还是一些正式的杯赛，都有一些出赛的记录哦。对。当时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呢，就4战全败啊，就出局了哈。啊，这就还是一样，在这个移动之后的一个出手啊，金世妍的整个角度还是没能够拿捏到。我们再拿1分，11比5。好，救得漂亮哦！还有哦，邵英再来，哇，这个强扣的角度拿捏得好，哇，真的打得很有经验呢，不疾不徐哦。12比5，分数领先到达7分。机会来了。这其实韩国队没有什么人在拦网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吴淑芬跟这个刘碧欣呢，其实球可以送靠网一点啊，就是做强击的动作。还有，再放短，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人的一个拦网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强击。啊，这个球裁判现审是判定出界，可是裁判要下来确认落点。这个来了以后呢，就来看看那个球印啊。对，那因为在沙地上面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球印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错，其实这个球应该是会改判吧，应该是这个按照现审，哎，还是判的是一个对，刚好在角落的地方嘛。是。这个到这种节骨眼，可能这种科技时代，这个沙盘也要考虑一下用鹰眼。其实沙盘它还是有鹰眼，国际赛里面它是有。是啊。好，金世妍的发球。啊，还是一样，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有那种机遇，就是机遇战啊。你有的时候那种不如你预期的来球的方向，还是落点，你怎么去做马上的应变啊？对，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在场上的观察了哈，你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个形态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可能他没办法强击或者没办法送长远球的，那一定是在前面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赶快去移动。哇，这个强攻可惜了，触到网子，放短。嗯。好，两边在第一局，现在我们的中华队还是维持着领先呐。不过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两边其实都算是打得很有经验了啊，打得很有经验。短。哇，聪明哈！因为几乎没有拦网啊，所以说你只要球做的位置不错，你的整个出手的方式就有更多的可以的选择了啊。对，因为如果说对手是完全没有拦网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就是这时候就靠身材了，因为你知道身材高的绝对有他的优势。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的，这场比赛目前为大家来进行的是在整个沙排的一个分组的一个预赛啊。那画面上是我们的中华队的一队，那刘碧欣跟吴淑芬面对的是韩国的两位好手，目前打到了第一局，现在14-7啊，我们有着7分的领先。那他们在第一组，这个第一组总共有4队，4取2啊。哈瑞的发球，哦，真的是哦，经验哦，什么时候该退啊？这个球该不该拦？什么时候该退？就拿捏的分寸是很重要的，而且退的位置非常重要呀。当然，你退的位置也会影响到对方出手的那个想要拉的点啊。而且退的要很迅速啊，退的不是像室内的退个1公尺、2公尺的一个地方，会1步2步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退的时候要退快一点，到中场来。像这个球要退的同时，对方长线啊，那如果高一点可能顶得到，还是顶不到就差很多了。8-15。相当的清楚啊，接球的位置跟看着对方的站位啊，那这个落球点也可以说落得很准啊。16-8。有，哇，这个救得漂亮，有。啊，推长了一点哦，可惜了。哇，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刘碧欣在整个出手上，其实已经是看准了方向跟落点了。对。点过去再来。好球，强攻还是需要，强攻还是需要，尤其是没有人拦网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好打。分数有点小拉开，17-9。刘碧欣的发球，哇，这个球真的是还压得蛮平蛮强的哦。对啊，那个空间感的话，你相对在的位置啊，你要往哪边送啊？那你会不会有些时候会有一点小晕眩的感觉，转来转去的，真的。好，再下一分，18-9。
贴过去，再1分啦！哇，这个发球的整个精准度够哦。在这一组，刘碧欣跟吴淑芬在第1局打得还算轻松了啊。也最重要的是看到对方是没有拦网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其实打起来就没有太大的压力。是。再来，继续。机会来了。哦，这球顶直线的整个位置也相当的不错。不，当然，如果说真的到这种比较巡回赛等级，说没有拦网，确实就风险性就高很多了哈。因为没有拦网，你等于是前面就等于是第一道防线不见了。对，完全是，这不是风险高啊，是完全是说整个的一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是，因为对方就简单的说，就好像可以做予取予求了啊。对，而且是像这个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像是在这个赛前的这个热身一样的自由攻击。呀。好，现在局点了 ，set point。哇，又直接顶出去了。第1局结束啊，我们的2位小将刘碧欣跟吴淑芬21比10拿下。好，我们在2024年的台中银行亚洲沙排公开赛的现场，在今天23号的一个现场为大家介绍的是分组的预赛啊。现在我们的刘碧欣跟吴淑芬第1局先是以21比10拿下的第1局，现在进入到了第2局啊。那一样啊，在整个沙排的比赛上来讲，前面2局都是抢21分，那如果是打成1比1的话，第3局是15分。刘碧欣，哇，这球真的没办法，没办法。所以看到这韩国队呢，这个在击球的过程中，2只手握拳来撞击。哇，这个接球没有办法把它垫起来，这让队友也真的是有点爱莫能助啊。连拿2分。啊，又没接好，再1分啊！这几分，阿瑞的整个接球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偏差啊。对，所以说可以看到，在整个我们说中华队这边呢，掌握到对方的一个弱点啊。又没接好，又没接好，又接喷了。够几分？4比0。不管走到哪里，这接球都是排球的基本功，也是罩门的，真的是罩门，因为你有接球才有后续啊，真的哦。哇，这球，哎呦，这个也偏掉了，差一点点。韩国队赶快叫助理暂停。哇，这5分丢的讲它是有点莫名其妙，像中邪一样啊。所以这一失分非常快啊。关键在于接发球，这个时候应该是拿水，不只是要喝，要从脑门上稍微灌一下去，冷静一下，要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今晚是安怎？
而且讲实在话，真的这个打沙排好玩，就是说，你在室内的话，你还可以稍微位置稍微闪一下，让自由球员来帮你，对不对？修椅子，修椅子，这边没有就2个人。这个室内是人多好办事沙盘完全是要靠自己，你也可以看到。所以他时常在讲，比如说我们在进攻的模式，假设我们用假设的方式，这次我们看到，比如说是刘必兴或者是吴奇隆，我锁定的是哈里，因为哈里在场上这个身高他比基师岩稍微矮一点，那可能我就是锁定他，那全场我就全部都是攻他，所以他今天他要背负的第一个要接球，第二个要攻击，所以说他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体能上面的消耗就非常的大，是就等于是被锁定了就对了啊。那你那边这个很好玩，你今天这个被锁定了又不是只有这个队而已，因为其他的队找你，其他的队都在观察呀，大家都找你。好，金世妍的发球。好，再来。这一球直接的攻击出界。这吴淑芬这感觉上这出手有点僵硬。好，让韩国队连赶2分，2比5。哇，这其实真的打沙排就是每一次出手的那种细腻度跟当下那个判断真的是很考验的，相当的考验的所以有趣嘛相当的考验，对啊。再来，有了相当非常好，你没有拦网就是强击，尤其是不做强击，有的顺的打2个人的中间，你也不好防守。好，这分拿得精彩，6比3。卢淑芬的发球。放的整个位置也是边边角角，4比6。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沙排这个女孩子的部分呢，其实推动是稍微比较慢一点，但是女孩子的一个进步也是非常快，好在整个的国际赛的成绩也非常的快。我还记得，其实像现在你刚刚提到的顾乃涵顾乃涵在2003年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在世大运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鼓励他们出来打，结果他们都认为说，老师那个太阳那么大，我这个拿了奖金去买保养品都不够。奖金，比如说奖金拿200，我每白要花1000呢。其实那个时候国内的奖金是蛮高的，大概差不多都有到了4万块左右。那个时候然后其实扣掉的那个15%的1%，那个税务那扣掉了，其实都还蛮高的那以他们当时的一个能力呢，其实出来打其实蛮轻松的啦。但是他们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沙滩的一个地方太阳晒得太厉害了。我后来发现到，真的是参与了这个沙盘了以后，觉得真的是它有它的乐趣所以就一头栽进去。它就像刚刚这个清芳老师提到，就是其实那是一个推广跟一个乐趣啦。如果说推广的多，大家都很习惯的这样的氛围，那个赛就不是问题了对不对？讲实在话，喜欢享受大自然的、享受阳光沙滩的。就绝对不能把赛当作，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最基本的了吧？好，机会来了。还有，哇，这个真的是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还是让韩国的这个组合给反应到了好，双方在换边，双方现在第2局只差2分6比8。现在韩国现在是2分的落后。轮到是哈里的发球。不过这个沙排比较特别，就是说因为
这种在阳光下有时候错乱，所以说在整个记录牌这边都会确认是谁发球，1跟2都会举出来啊。对，因为他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打一打会忘记是谁发球，所以在记录台这边呢固定，他轮到谁发球的时候，他一定会举这个号码牌。那沙牌就是1号跟2号，目前呢，对，7比8。哇，变数真的很多啊！你第一时间就算你摸到球，你四处张望，没有人，就2个人而已啊。现在有的时候那个默契，那就是彼此的那个沙牌的默契，2个人真的要能够到一种，就是那种心领神会，真的不容易哈。对。好，机会来了。有啦啊！打2个人中间，对。就强起，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好守，是，尤其他们是2个站平行位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中间这个路线是很好的。嗯。哦吧哦，好球，第一时间抓得很准啊！哦，这球漂亮。50分也算准了对方这个球后吧，起跳的时间点掌握得很好。对，因为其实在往前啊，这个地方球一定要拿下来。好，对方虽然说逼近，可是又连拿3分，所以现在11比7。短球，他几乎都是这种小边的短球。对，机会来了，再1分呐！对。不很有意思哦，就是打沙牌完全不拦网，这是什么逻辑？对，因为基本上应该是说他本身就是弹跳能力不是特别好，身材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你在往前的一个拦网，其实它效果也没好，不是那么好，就等于是有拦等于没拦的意思。对，所以干脆就退防了哈。OK， 那其实现在很多都是属于这种的一个形态了。不过在国际赛来讲的话，你最少都一定会有一个在拦网，是，所以以沙牌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就打个比喻好了，像网球发球上来，这个排球里面呢，你实际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专职在拦网的这个人呢，他发完球他也是冲到前面去做拦网，是，而且我们常常在看到一些国外的组合，他就会有一高一矮的那种感觉啊。当然2个人身高是都高呢是最好是。那当然不行的时候呢，就是多半就是选择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高的来做拦网。嗯，好，这阵子又稍微把分数给拉开啊，现在双方20加起来21分，我们再休息一下。好，在这一次的整个亚洲沙排的公开赛当中啊，当然在3个球场，我们在前面的这2天啊，大致上呢这3个球场都是充分的运用。到后面的赛程慢慢的进入到了这个8强跟4强啊，那主要的球赛会慢慢集中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央球场啊。那这次的转播单位，不管是 Momo TV、Hotspot 还是这个整个协会的一个官网粉丝团，那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同步的一个实况转播，了解到2024年的台中银行亚洲沙排的公开赛的一个细节跟内容啊。好，现在这分就到，好球，漂亮，再来，好退。哇，这样挖到了，这个对啊，这样有点 lucky 啊，这个触网之后，不是他球也没有包到球，真的，他可能在看的过程里面的出手上面就稍微。就是看一下对方的一个动作，对，你看刘冰信已经看到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强攻，已经往后退了。不过这球触网过来，这真的就没办法。哦，大料是啊，身体的重心拉出去的同时，这个球频频的往后场直线送啊。对，那其实我们看到了
针对刘碧信跟吴淑芬两个人的搭档来讲的话，其实吴淑芬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毕竟他的一个熟练度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当然他的一个接球的各方面稳定也比较高。那当然有可能在往后的比赛里面呢，大家都会针对的吴淑芬来做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发球的这个对象。那所以说他在做接发球的以后，他的进攻、他的攻击的一个稳定度就是相当的重要呀。15-9。这每一项运动都一样了，尤其在整个沙排场，你就可以感觉出来那个人哦，那个气场，就是说他就让你觉得哦，这个场地是我在顾的，我得玩哈，那种感觉，对不对？是。所以就是那个逻辑就差在说，当两边都是老练的选手，你就非得要有强攻，要有灵活，才有差距，对不对？好，10-16，现在双方6分的差距啊！现在轮到了是吴淑芬的发球，一直维持的稳定的领先了啊！这个压太低了啊！这个出手稍微看挂是这样啊，挂是这样。好，来这个发球之后攻击啊，碎呀，哇，这真的就完全是掌握了整个攻击的高度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韩国队现在有上来做拦网啊，他也派出了这个金世妍出来做拦网，但是高度还是不够。所以说在吴淑芬的进攻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的路线也比较容易去掌握。可是你也可以发觉，就是第一局跟第二局，现在这个韩国队的策略也做了一些调整。对。那当然就是随时不断去改变，因为我既然我发现我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我就尽量尝试来做。那说不定因为这样子的改变完了以后呢，会得到不错的效果。啊，包长球，这球谁要处理倒是没有第一时间的反应啊，那也让韩国队再拿1分，12-17。啊，没有戳到。出手有800种版本，这个版本就是那个失误的版本，没有戳到球，可惜了。哇，直接攻，哇，还是放狗哦！其实这还是要小心哦，还是因为有几个球不经意的失误啊，让对方分数追上来14-17。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哈利的一个进攻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哈，当然我们说不是短就是长嘛，所以你可以看他的一个这个轻跳的一个动作，出手的一个动作。这靠网，好，这球靠码的漂亮。好球啊！哇，这球真的是完全打的是经验球啊！哇，这球真的是刘碧欣的整个经验真的很丰，就像你讲，给他带在球的下方等他。18-14。好，机会来了，再来。聪明啊！你看。其实我们2个人的搭配，当然今天这个时间点因为风，可是他们的球给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比较平的，啊，那代表这个默契也不错，都有跟上了，队友也知道你要给什么球。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你已经得到一个机会球了哈。那这个机会球是一个稳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其实2个人的一个打法就可以预先的来做，就是一个默契上面，我就先走，所以你球都不用举得那么高。所以节奏就可以真的变得快一点。对，那尤其在室外来讲的话，我们说虽然看到这个场地，我们说正常的一个，比如说分成2个层次好了，你在上层的这个气流，它跟下层又不大一样。对，所以你越高的时候呢，球的风向它的转换有时候越大。好，现在第2局已经到了局末点，也是整个赛事的整个 match point 了啊。
今天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出来，在两个我们的刘碧欣跟吴淑芬的身上啊，他们的经验各方面的整个能力是要比对手是技高一筹啊。到目前的表现出来的内容啊，20-15 match point。好，退得很快，机会来了，哇，这球有点欧吧，直接点，有，没问题，刘碧欣。好，我们恭喜我们的组合刘碧欣在吴淑芬，在整个第一组的分组的第一场的预赛21-10、21-15直落2击败了韩国的 Harry 跟金世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2-0获胜。好的，我们在整个桃园的一个沙排的现场来看到了2024的台中银行的亚洲沙排的公开赛。那目前的整个前面的2场打完啊，那当然对中华队的战绩在分组来讲是1胜1败。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毕竟是一个需要长时间训练跟默契的养成，跟去很好的观察。所以说，其实要养成一组好的沙排的一个对战组合，不容易的啊，真的不容易。其实沙排来讲的话呢，它真的是需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训因为沙地不像在平地一样，那你要时常去在做跑跳啦，这个的一个状况，所以跟沙的一个这个相处呢是非常重要。那如果说只有因为比赛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集训来讲的话，其实那适应的时间就会比较短那我就觉得说，在沙排的一个推动来讲的话，可以开始去做计划，长期的一个培训，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赛会你要去多让他去多打。那打了以后呢，这个经验就会比较丰富一点了，而且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我们说当前世界上面的一些打法啦，跟一些观念等等的一个状况，可以吸收得更好。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台湾来讲的话，我们说一直说台湾的沙排好像一直都维持在起步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推动了很多年。但是一直都是这样断断续续，不断的重来再重来，所以蛮可惜的啦。其实到目前，大家一看到沙排进入到了整个奥运会的殿堂了，而且在今年的整个沙排的一个这个埃菲尔铁塔的前面的那个壮观的一个景象，我相信也会刺激到国内对沙排的更深的一个体认啊。是。好，我们今天在这2场就接下来男生的比赛，我们在待会要来看我们的2位好手的一个出赛。当然，今天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清芳老师，也期待我们在下一场的精彩的沙排赛再见了，拜拜，拜拜。
someone like you so crazy, but it seems so true. You give that thing to me that no one else can, baby. I gotta know if you feel the same too, cause I don't know what my feelings are going through. I'm sure it's love, honey, don't need your silly money. I never met someone like you so crazy, but it seems so true. You give that thing to me that no one else can, baby. I gotta know if you feel the same too, cause I don't know what my feelings are going through. Don't leave me here al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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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too much, baby. Wanna be your only lady. Don't leave me here al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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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too much, baby. Wanna be your only lady. Don't leave me here al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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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too much, baby. Wanna be your only lady. Don't leave me here alo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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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too much, baby. Wanna be your only lady. You can make me laugh like a kid, but I'm a little afraid of it. To lose this feeling once, cause no one else could make me feel like you give that thing to me that no one else can, baby. I gotta know if you feel the same too, cause I don't know what my feelings are going through.欢迎所有喜爱排球运动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到了桃园，在2024年的台中银行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我们在这有连续4天的赛程。今天是8月23号，也是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的第1天的整个分组预赛。现场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欣赏是我们的中华队的谢雅人跟王静茹的一个出赛。现场是我们的于俊芳于秘书长来跟我们一起来看球。来到了整个桃园啊，那这已经算是在整个大园地区了啊。那其实临海相当的近，那除了是飞机航道在我们的正前方之外，海风徐徐啊，其实还蛮舒服的啊。那当然热是一定要热的啊，不热讲的也不太像是所谓的这个沙排的氛围了。那现在进入到男生的比赛，男生的整个较量其实又跟女生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层级的，对不对？对，男生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一个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而且他的在场上的这种爆发会比较比女生来的更多的一个机会哈。那基本上这一个组合，这个谢雅人跟这个王静茹啊，其实他们也是老搭档了啦哈。不过去年的时候在澎湖的时候呢，谢雅人这一组的时候，他是跟吴信贤搭档，那当时他们也是拿到并列第5的一个成绩啊。那谢雅人也算是在整个沙排来讲，算是也相当资深，而且他的整个大赛的经验算起来是相当的丰富，对了啊。好，那当然今天要面对的这个日本的组合，包含 Dylan 跟福岛晃介，这日本现在有在国家队选起来有3个组合，那这个3个组也都是不断的在亚洲的这种各站的巡回赛当中啊来出赛。那日本在整个国家的排球的部分，从室内到沙排都是很有体系的，这个名单都一直是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对，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Dylan 跟这个福岛，他其实他们
去年也有来，去年有来2个也搭档了。但是他们的一个成绩呢是拿到了第4名，就输给了泰国队。对，打进到了前4强。对。或者就看得出来，就是大致上这些人就是长期都在这一块的经营了。对。最主要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沙排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不是只有在训练而已，他们不断的国内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呢，他不断办了很多的这个巡回赛。那这个巡回赛里面呢，就是长期出征然后到世界各国去。那现在以这个沙排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你要进入到奥运，最重要的就是巡回赛你要参加的够。第二个就是你的积分要拿到高。好，那当然这个积分是决定说你能不能够进入到奥运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这些选手呢，为了要进入到最高的殿堂来讲的话呢，他们会四处去征战。现在的观念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靠1-2个杯赛啊就累积一些积，现在没有，你要出力损呢，你要出力损。对。而且讲出来就是，其实这也是好事，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就很常看到那个情况，就是这个打得不错，可是一出去大比赛没有看过这些外国选手，很快就真的有一点落差。现在不一样，现在摆明讲就是，你就是平常就跟这些人不断的磨自己的战绩，磨胆识，磨出你的积分。对，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巡回赛这最大的好处了也就是说，就像刚刚志平兄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以前是用杯赛，那这个杯赛呢，就是说有一点偶然性。你在这个杯赛拿了好成绩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赛会，比如说奥运会。那其实这个巡回赛来讲的话呢，你是不断的去打，世界有这么多的选手一直在跟你不断的较量，最后你才能够是真正的说脱颖而出，能够达到世界排名，你真正的技术水平能力是在前面的，你才可以进入到最高的殿堂的一个竞赛。所以讲到现在就真的是要有所谓的实战经验。那以前我们都很怕说国内的赛事为什么要办这么多国际赛也在台湾，让台湾的选手有更多的机会。可是现在没有，现在真的就是要走出去，真的要走出去。对。好，那不过很不错的就是说亚排联呢，他也把台湾，就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呢，也设了一站，随时我们都可以来办，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来办这个所谓的一个巡回赛。对，像前几年大部分都是在澎湖嘛，那因为澎湖我也去了1年，发觉哇那个其实也真的是很耗费协会的一个心力对，从开始把那个沙全部把它整一遍，那就已经是个大事了。对，在海边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很容易去受到这个海水把这个沙滩给侵蚀掉。对，那你为了要办比赛，你又要再回填，所以那些的一个我们说精力也好，经费也好，那个都是相当的一个耗费。对，而且我记得在澎湖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跟变数在于说，这个所谓的 crew， 这个整个摄影的 crew， 你光是这些器材被弄到金门、澎湖，那个算传奇了。对，都要海运过去。对，海运过去。对。所以说，其实当然现在回到了桃园，当然也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风味了那也期待就是说，其实就像刚刚这个青浪秘书长也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有更多的所谓的基地那也让各地方这个氛围可以营造起来，那参与的人口就会增加了。对，那其实现在真的打沙排很辛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打一个，比如大专沙排也好了，那各个学校里面他还是要找场地，有的时候他要到跨县市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到这个场地。好像听起来每个运动休闲系都应该弄个沙排场。好，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好，这就退。这就想要包一个斜线发生了失误。男生这个退的速度就完全是不一样。对，快多了。谢雅人跟王静茹先抢下了第1分。好，王静茹的发球。直线，这球守住没问题。王静茹的攻击也是包直线，有这个角度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出界。有点可惜对方已经在回防退的已经是有点来不及了好，Dylan 的发球。还是偏了一点点呢，哇，要修正，2个球，2次的路线都打得不错，对，都差那么一点点。硬把球
吓人！在网上的一个这个争球，啊靠的是一些技巧性。哇，跳得够高，压得够重，哇，而且撑得够久，硬是把球给压过对方的场区。这球也让福岛啊，真的是来不及啊。2比2。啊，聪明聪明，这球一样啊，吓人的这个拦网，这球完全是放慢节奏啊。哇，其实方向已经扣到，可是上去还是稍微早了一点点啊。顶一下有哇，反身过来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卡巴的速度。哦，这真的就是拼这个卡巴的速度啊！刚刚这个球真的是下来之后，拦网下来之后，卡巴对球的判断很好啊，这个很重要的呀。你看这个球下来之后，第一时间啊，Dylan的整个反应速度还真的是够快啊！哇，男生这种动作就会很多哈、很多。4比2，放短。好有。吓人，稍微放慢一点再做出手。双方换边，3比4。沙排好像没有说几度以上不打啊、没有啊。那唯一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呢，如果说下大雨都没有问题，但是打雷的话呢，打雷就不行啊。对，3比4。王静茹的发球，哦，这球守得漂亮哦，漂亮！是，哇，这个球攻防的转换做得扎实啊，完全判断到了对方的攻击路线。可以看到王金茹虽然个子矮哈，但是他完全是打点式的哈，就是看到对方的一个这个防守的形态是哪里有空缺就打哪个地方。发短球，其实讲实在话，你说一场沙袋打下来，对方的攻击，你差不多要每个球拦到几率很低了，每个球守到的几率很低，差不多能够守个3成，你那个工作转换能够回得来，胜算就有了。对，这真的是一个数学几率的问题啊。5比4。有了啦啊，有了，这个球给的位置刚刚好，这个也让福岛在往后退的时候，这个球完全没办法守。发长球，好球，防守的第一时间马上退。放短碎啦！哇，这个球碎啦，也让 Dylan 尽管他的反应速度快，还是没办法。对，这个紧急刹车，不过这个球推的有点惊险。没有，而且基本上还在网袋上多往横移了1米多哈。6比5，吓人。这往左边撇。男生的这种爆发力跟弹跳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拦网就变得格外的有意义了、对，所以男孩子的一个拦网真的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大的那个出手那个 timing 很重要啊。7比6。哇，你看这几个球，王静茹都是打到对方的丘位，让他就是碰到一点点这样子啊。好，双方在第一局现在形成了这个拉锯啊，换边之后再战。突然间球场
挑来一条丝巾，不知道是谁故意来的。没有，这个是大会准备大会的毛巾了大会对，那这个毛巾呢，基本上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水水有的时候它沙子会到眼睛，或者是说一些汗水会滴在眼睛上面，就可以来擦拭用。不过今天风还蛮大的。对，哇，这球真的你就看到谢亚人，其实在沙滩上还是跳得蛮高的。这个真的是跳得够高，硬是把它抓下去。不过还是一样，就是那个球不能粘手，不能粘得太久了。对。8-7，吓人的发球。可惜他跳发没过。其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如果说你喜欢沙子跟它的互动，你会越来越会着迷，对不对？真的会着迷哈、哦，这可以感觉得出来。啊，是哦，哇，这个球完全是大斜线，而且那个逻辑在于就是说，当你真的在沙滩上享受到的那个乐趣之后，你是可以整个人放开的啊，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感觉，对不对？志明兄已经融入进来了，真的，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舒服的啊，是打排球那应该是另外一种很大的一个喜悦啊。哇，拦得漂亮，直接来，再来。啊，把倒包！第一个球其实已经是拦得相当的漂亮了。哇，所以说男生的这个两边的机动性啊，那个反应速度真的要很快啊，一刻不能闲。9-9。好，打大斜线，哎，这个球有啊！一才判定这个球看得很清楚，在线上。伊朗籍的裁判很清楚的告诉日本队，这条压线啊。有的时候角度的问题啊，角度的问题，对。很多话我们就不多说了。好，10-9，吓人的发球。哇，这个球还是有修正到啊。不，真的打沙排对基本功的要求，对室内也会有帮助哦。我觉得有，很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训练期的一个阶段里面呢，在室内的一个这个排球，他都会利用沙地来做一个训练。哇，这几个球中俩料就很离网，而且基本上都让攻击手可以有很好的进攻角度直接锤啊。对，基本上来讲的话，你看到没有人拦网的情况之下，攻击手就一定是要强击呀。那在男排的一个波，你看得比较仔细。好，休息一下。好，在场上热烈进行的是2024年的台中银行杯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那桃园站的一个比赛啊。那现在在男生的组合当中，我们有2组，在 B 跟 D 这2组当中一样啊，男生总共15队，分4组，那各组都是取前2名。哇，这个第一时间抓的同时，大家都是假动作，尔虞我诈，在最后还是推一个直线。哦，这就扑到哦！哎，可惜，哇，这个球没有顶起来啊！
哇，双方真的是变化很快了哈，在那个整个出手的节奏上，完全看着对方的站位啊，这马上要立即做一些调整跟变化，而且对球的那个掌握灵敏度要很高哦。12比11，迪伦的发球，有了，两个中间。哇，这第一局打起来真的是势均力敌啊！12比12。其实现在的风向又变了，对啊，跟刚刚又不太一样。没错，刚好是转向。对，转向了。大斜线，这球救到，好球，再来。是有两个球都救得漂亮，有机会。再来。哎呦，厉害了哈！两边这来回已经4波了耶。再来，这风向有点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哇，这个风啊，真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时间点风要怎么吹？你看隔壁场都已经这个大阳伞都被吹得东倒西歪了哦。哇，这也就是这个沙排的奥妙之处啊！你无法掌握的地方，还是站着可能有个3成到4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沙排它在这个7的倍数的时候呢，他们要交换场地，就是为了达到公平性啊，不会说因为你在这个的一个区块里面呢，受到一些风向阳光的影响。哎呦，菠菜呀，就是一个漂亮的攻守转换，可惜了这个出手还是太长了，太长了。俊豪那个他的 ID 卡挡到前面了。啊，日本队的发球发生了失误，福岛的发球失误，这分再让中华队拿下13比13，啊，14比13，领先1分。这要特别的注意，有点侧风。对，这风吹得很乱，而且很大，突然间的这个阵风也会来。哦，哇，这个球没办法啊。对，也没人拦网，这个球基本上就很难防守。嗯，14比14。还有，哇，这球完全是掉短的，掉短的，手直线啊！不过这个球完全是打一个侧边的小球哦。所以这种战术的一个策略来讲，前排的拦网你一定要确实的去执行哈。因为跟室内来讲的话比较不一样，室内的基本上后面的防守的人有蛮多的，但是在沙排来讲的话，后面只有一个人防守，所以非常重要。你的路线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确定好。好，这个球一样啊，做的相当的到位，所以说也让在第一时间王静茹的整个进攻，也可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进攻角度啊。15比15，吓人的发球啊！第一局很纠结，哎，接喷了，再1分，16比15，哦，关键分突破。所以男孩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跳发的一个这个比例蛮高的。好，现在日本队喊暂停，15比16，第一局，现在进入到了后面的关键，这最后5分了。
那个线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随时要抖一下那个线啊，把沙子给抖掉啊。其实不是抖沙子了，最重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选手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这线是浮的，浮的啊。对，他有的时候会推到这个线，那这个线的时候呢，场地就会变歪斜出来，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对，他再拉一下的时候呢，他线又会回来了。真的，它线还是有点弹性的。对。那这个在做沙排场地的这个线呢，它很重要，因为你看它四周拉的是要那种就露营钉那种钉子，它必须钉得很深，对，这样才不会去影响到选手的一个比赛受伤。是，都是一些小细节啦，对，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所以你要看要去整个铺设这个沙排的一个场地啊，这是蛮用心的，而且是耗费的人力也蛮多的。好，关键分刚刚暂停过，16比15，西亚人继续发，拼一个。哇，这个发的不错。啊，失误，再一分，17比15。风突然间一阵过来，球落的速度加快。哇，这2分拿的是很值钱啊，17比15。西亚人继续跳。水哦。哎呀，这球多了一点点呐、啊，可惜，对，长了一点点。扎拉比扎切，16比17。哎呀，西亚人这分也浪费掉啦。其实他犹豫了一下，对，稍微等了一下下，球点就下来了。对，球点就下来了。因为室外来讲的话，那个球掉下来的状况，有的时候哈，你这个不像室内那么稳定，对，掉下来风一吹又偏掉了啊。再切比再切，17比17。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反应得够快，因为其实举的方向跟他判断的有那么一点点偏差，等于是单脚起跳。哇，拿捏的力量恰到好处，18比17。好，关键分哦。王静茹，也是一样走直线啊、哦。大部分他们的攻击直线这个角度是运用的比较多了、哦。对。没有顶起来，摸烫起来。18比18。哦，这球聪明，好球，好球，好球！将计就计啊，直接在出手上看这个球有点短，直接拨了，位置恰到好处。关键的第19分到手，19比18。想在我现在也不太清楚到底是顺风逆风，现在是有点侧风，因为基本上还是有点算顺风的侧风，对。哇，这个哇，这球跳得够高，跳得够高啊！在这个动作上还是让Dylan给拿下，19比19。有好球，要打哦！刚刚那个是真的是不能放啊，不能放。这个球可以看到哈，这个球其实比他靠网，所以王静茹上来就直接做出手呀。现在举点的机会哦，20比19。守一个！啊，这球也是进攻上来讲，日本队也是打得蛮沉稳的了。20比20。好，再来，守一个。啊，这直接让 Dylan 是掌握到了直接突破的机会啊。21比20。
好，现在喊一个暂停啊，要稍微冷静一下。哇，这个第一局真的是打得相当的激烈，而且打得相当的接近啊。那现在刚刚这球的整个出手，双方在今天利用整个对方拦网后面的一个空档，都拿了不少的分数啊。在这个双方呢，就是说两个人呢，我说王静茹跟这个谢尔好好的沟通一下。因为现在有点处于是逆风的一个这个状况哦，对，所以在接发球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是，那当然以日本队，他在现在的一个发球，他是有绝对的一个这个优势哈，因为风的一个这个助力啊，他可以大力的来发，尤其可能就是发这种旋的球哈。好，现在关键的一分要由日本的迪伦来发，21比20是日本的这个局点啊。啊，这个球对，没错，过往击球，没错，看到就前错。他这个的一个解释是说，应该判决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沙盘的一个吊球哈，那你只能够握拳或只用这个手指的一个手指头哈。那刚刚这个的一个日本队来讲的话呢，他是整个用手张开的一个模式来推动这个球，那它就是一个犯规的动作。好，双方换边之后，来21比21，西亚人的发球。大胆的发，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有点逆风，比较有优势。关键分，两边都要拼啊，现在谁都一样，都不能手软啊，啊。这个看到这日本的这个好不容易在整个进攻上面成功了以后呢，终于有声音出来了，真的振奋的声音。哦，这个球吹得有点平。哦，还好哇，平拉开耶，哇，真的是4号位的平拉开。哇，这球是有点惊险啊，因为 U 了就亏啊。对，你看到谢尔人是用左手来打的，真的哈。哇，这现在打的都是一个百分比啊，100分的一个进攻的成功率了啊。对，而且他这一次呢，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打点呢拉得非常高。哇，好，现在进入到延长23-22啊，轮到日本的发球。福岛的发球。哦，好，没问题。下人这个时候逮到的机会也不客气了啊。23比23，纠结啊！这个第一局现在还胜负难料。好，中华队加油！23-23。23比23。抠到，可是这球喷太远了。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整个的一个起跳了以后，在空中滞空的时间够，而且他打点拉得很高。24比23。哦，还有，换位置，有了，碎了。其实就等于是切动了位置啊，也要造成对方在拦网上来讲的移动上可能的一个时间差哦。对，24比24，第一局还是难分难解啊。
啊，这球界外，这球界外，这球界外。好，现在机会来了。敌人在出手了以后呢，就马上惨叫出来了。真的，他自己也知道啊，这球自己偏掉了哦，那这个就真的是怨不了别人了。25比24，机会大好。要把握，要把握。哎哇，呦，飘过头了啦！刚刚是这个球逆风，现在是顺风，没菜呀。放长也救得漂亮，再来。哇，这用拳头再来顶住，漂亮了！吼吼！哇，谢亚轩这个关键的拦网，所以这个拦网真的是非常重要，重要啊！罚球要注意，因为现在是属于顺风的一个这个位置。26比25。好，稳稳的来，稳稳的来。哇，这一样出手撇得蛮快的啊，撇得蛮快的。哇，现在还是难分难解啊。其实可以看到，迪伦跟福岛其实两个人的一个这个是第一个身材蛮平均的了哈，打法技术也是算是蛮均衡的。哇，这个球有点风灾啊，真的是风灾啊！这个球突然间风一来，直接就降下去了。对，所以刚好是属于这个逆风的一个阶段。真的风灾啊，这怎么办啊？哇，这个球真的是有点亏啊。27-26。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哇，这个第一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日本先是28-26抢下了第一局。28比26。哇，真的第一局打的是难分难解，可是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日本的这个本身的稳定性跟韧度，当然韧性，当然刚刚还有一个风的一个帮助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它就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基本功哦。对，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嘛哈，我们刚刚都被提到了逆风的时候，这种跳发哈旋球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因为它过去以后因为气流的一个关系呢，很容易产生一个这个急速的下降。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像逆风我们都很大胆的可以去发长球都没有问题，甚至于把这个幅度拉高了以后，它下降的一个状况，它变化又更大一点。好，这个第一局难分难解的28-26，现在看看第二局啊。啊，这个破坏了队形之后，然后来看，有了啦！哇，还是守住哎，有，两边的防守都有，直接来了，有防备。哦，这个球哇，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蛮聪明的。对。哇，其实男生的这种短兵相接啊，这就硬是往对方手上拨，他就要。对，你可以看他整个动作做的，而且呢在中场他力量用的非常大。
哦，想要打一个比较难度的一半个切的球对，没那么容易哦。今天福岛已经2次了，第一局的第一颗球就发生这样的失误了。哇，这个发球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哦。这有的时候真的运动就这样，你现在第一局这样好不容易拼到最后差2分，你现在还是要沉得住气，一分一分重新来，对不对？慢慢填，慢慢填。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是蛮累的，为什么？你要第一局拼了这样子又输掉了，你就第一个还要再打2局，有的时候蛮累的。对，所以我就说这个选手本身的心理素质真的要很好。对，其实可以再放开一点的哈。这个王静茹跟这个谢雅人2位啊，我是觉得说可以再放开一点，不要太拘谨。短球有防备。好球，漂亮漂亮！啊，最后的出手啊，对，节奏放慢，直线。这王静茹看到这个跳起来以后呢，确定对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了以后呢，再做一个这个推送到后面去。嗯。不错，有哦，跳发，要把自己的那个气氛给打出来啊。沙排的发球应该是要真的要大胆一点的，因为毕竟它是2人接发球嘛，你大胆一点，尤其是有速度性的话呢，效果应该是会更好。哎呦，哇，这第2局上来这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稍微多了一点。他第一次发的是一个这个我们说一个斜线，第2次要转一个直线。4比3。有吧？有，没错，压线啊，这都压线。尽管是不是很明显，可是有碰到线打滑的迹象。虽然说现场没有鹰眼，可是我们2个都是鹰眼，我们2个看得很仔细的，开玩笑。对，只是我们没有这个裁判权，我们没有裁量权，可是我们有画虾的权利。对对对，哎呦，反勾嘞！哇，这个球会不会太难了？谢雅人睡哦。哇，这个球没事啊，没事啊，对，没事，没事。不过日本还是觉得说这个球应该是一个犯规的动作。那当然，这个可以解释啊，解释成这个是一个扣球的一个动作了啊。那要拍击的动作，那应该也算是合理。好，现在6比3，6比3。哇，这个守得漂亮，再来！哎呀，这个球没有看，可惜，这以为是要过去的啊。真的啦，户外又是啊，如果球点又高啊，又飘又风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最后的拿捏分寸，你要盯得很紧，而且有可能就落在那个你没有办法跳的位置啊。对，所以这个要注意，因为这个球来讲的话呢，刚好是在网上，网上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准备要来起跳做争球的动作。这个球已经是偏掉了重心，所以被判了一个连击。对，被判连击。被拦到，还有，好球！哇，这球真的很难，很难控哎，真的很难控。对，但是有点惊险。哇，这真的很难控啊！风这样一直飘过来飘过去哦。对，有点惊险。其实刚刚谢尔的这个球往上的部分，应该就是直接要上来做拦网，搞不好还有一些机会啊，可以取得分数。所以你看，我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播嘛啊，现在一开始的风向跟现在的风向，现在风变大了，而且吹得比较乱啊。好，这2分让日本队把分数给追上来。
7-6。还是要先求稳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击球的过程里面还是要稳定一点。哇，这真的不能急也不能快啊，不能急也不能快。在处理球上面来讲的话呢，可以稍微再缓一点的哈，有的时候太急了。对，都有些球就真的都是忙中出错了啊。是啊，稍微冷静一下。尤其男孩子的一个攻击力道来讲的话呢，可以再稍微强力一点。我觉得说，包括王金如也好啊，这整个的攻击应该是可以稍微再施加一点力量。那送球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稍微慢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球送的太靠网来讲的话呢，其实，以日本的一个状况，他两个人是蛮平均的哈，所以说在网上的一个这个制空能力，他们也是不错的。好球抓到，是有了，哇，吓人！这就完全把对方给抠死啊！对，所以说像那种靠网球啊，拦网，它一定要发挥它的作用。好，分数追上来了，8-8。有点逆风哦，其实在发球再加压一点，这个弧度拉高一点。不错，加1分，好球，得分。对9-8。好，机会，慢慢来，不急。短球。啊，这个球真的是反应的这个防守的反应速度真的是快啊！对，这个球进入他，其实这个球亚人有弹到的，然后就打到手上了，弹高起来了，改变了他的一个原本预判的一个这个路径。9-9。发短球，对，好球。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种的接发球、接靠网了以后呢，对方的这个举球员呢跳起来，你拦网方来讲的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跟都很重要啊。有，直接压线哦。哇，这个发球得分，直接得分来的是时候啊！机会来了！打长，好球，再1分！哇，这阵子的状况不错啊，不管是发球、防守、进攻。3个面向都有很好的一个斩获，现在领先分数到达3分，12-9。好，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再回到了桃园。那我们在今年2024年的亚洲沙滩排球的公开赛桃园站，那第1天的赛程，现在进入到了上午的第3场球啊，同时是3个球场在进行较量。男生有15个球队，那女生有13个球队。那现在是我们的中华队跟日本的一个较量，进入到第2局。第1局是打到28-26啊，现在我们在第2局领先3分，12-9。哇，这个球完全是给的位置跟高度都有了啊！对，这个球开网啊，
就是考验的这个防守方了哈，到底拦不拦？那不拦的一个，因为那么开网你拦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哦。但是你不拦的时候呢，你的退位就是要很快速的。哇，这个球没有包到了啊，出手的空间上来讲，这球就过头了。再1分，13比10。发的够深，靠网挖包了啦，对有了啦，有了啦，这分拿到啊。有的时候你要，就这个跟打靶一样，你要修正那个风差，往对方场去送，希望他流回来。可重点是风吹的不够大，就 over 了。打排球搞得像是射击打靶一样，真的是。所以它的精密度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球这个举出去了以后呢，在空中它整个的一个这个风向，你真的很难掌控啊。好，现在第2局领先的分数到达4分，14比10。所以我们说沙排的选手来讲的话呢，他身体的协调他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看，明明跳起来在这个地方打，结果呢，这风一吹的时候呢，球又把你吹偏掉了，所以你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协调、柔韧都要做得非常好。对啊，我们所在位置就在桃园机场的附近，而且这就是整个飞机要降落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航道哦，所以我们可以目迎又目送啊，每个班次还可以 say hello。所以现在导播要求摄影师就追焦训练，你跟我聊，我对头到尾要怎样讲这是编号我这哪一个航班，哪一家航空公司？好，不要开玩笑。好，哎呀，我还真不知道这哪一家航空公司，这个涂装还真的不熟。好，我们回到场上，放短。啊，这球可惜没有顶起来啊，没有顶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个进攻，它蛮特别的哈。他这个球接了以后呢，他全部都移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我们说在右侧的地方来做一个进攻哦。啊，对。那这个当然是不是跟这个他们也考量到一个阳光的问题吧？嗯哼。哇，这就直接加快出手的速度。当然，这个球中华队没接好，所以机会给了日本，追上1分，12比14。有了，空档，好球，刚好落在线上，真的算得准的啊，分秒不差。16比12，还是维持着4分啊，对不起，应该是15比12。15比12，3分差。在记录台这边来确定一下这个分数。大积分板上面的一个分数。对，大积分板刚刚吓到大家了。日本学生说哪呢？明明差3分，怎么变4分？好，现在修正回来，差3分。还是一样走直线哦。我觉得打沙排最好的一个那种彼此间的那种运动家精神的教练，就是两边互换的时候都爱说 touch 啊，对。那其实是一种这个所谓的一个联谊嘛，对啊，交流，对，这个场上的一个气氛呢不要那么大。这次奥运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蛮火爆的一个状况，真的。哇，这球真的日本扑得漂亮了，哦，真的是他们今天到目前就好几个球看起来都应该是要失分了，可就是救球的那个态度跟对球的掌握，对，他就最主要是在整个的一个防守的这种的一个移动的迅速了。再来就是日本队，你可以看到在击球的过程里面呢，第一个他点拉得很高，他完全是利用手腕在做一个控制的一个部分。哎呦，应该是越网击球了吧，过网击球了啦。这个球已经飘过去了。哇，现在分数让日本又追上了，原本领先到达4分，现在变成15比15啊。
还有短球也救到，没问题。长线好球，这分关键分拿到16-15，还是维持领先。第二局很重要，第一局是26-28，就这么2分啊，让中华队在第一局先是落败，不过第二局现在一直维持有很好的一个状态。有啦，再1分，关键的2分拿到。完全没有人拦网。对王金如来讲的话呢，他是这个整个比较能够去发挥啊。17-15。刚好又是压线呢！哇，这个球的整个 timing 跟整个距离算的是恰到好处，18-15，连3分呐！所以可以在这种逆风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你的弧度高啊，比较容易让对方判断以为是出界啊。但是因为这个是旋的一个状况呢，球比较容易去下降。有啦，就到，再来好球啊！再来！哎，这个防守价值连城啊！哇，谢亚人这个的防守真的是经典啊！是，哇，硬是飞身出去，硬是把球给破过啊！对，哇，精彩的1分，现在在连拿4分之后，19-15。哦，不过这球处理的还不错。对，还救回来，算是很厉害了。有了，再1分，连拿5分，20-15，第二局的局点。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沙海这样子打，其实还蛮耗费体力，一天可以打几场？这个一天呢，大概最多，我觉得说应该是赛程排，如果说上午1场，下午1场就够了。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上午打完之后，就那个大冰柜有没有？就是进去稍微先泡一下。20-15局点。不过国际赛啦，一般一天2场是蛮正常的。好，漂亮的拦网！第二局结束，中华队2位漂亮的一个出击。这场比赛的第二局是王静茹、谢亚人21-15拿下，要进入到第3局。好的，这场精彩的这个沙排的比赛的第2局啊，谢亚人跟王静茹真的从15-15之后冻结对手，连拿6分，最后是21-15抢回的第2局。2局打完1-1，现在进入到关键的第3局，最后的15分，谁能够抢下分组的第1胜？
不过这届第二局后半段真的是发球也好，进攻也好，攻守转换、救球，那个整个士气都起来了对，其实，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你最重要要有一种震撼性，让对方知道说，哇，你是很强的那种感觉，而不是上来了以后全部都是轻扣轻吊，那种对方来讲的话呢，他会觉得你太没有威胁性，但是你有强击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保留。第3局的第1分，吓人的整个后场的一个扣击，又是恰到好处的落点。好球，刚好是压线啊！第1分抢下，压球有，直接来。哇，这个球真的是没办法，太快了，太快了。对，对这种强击球来讲的话呢，速度是很快的。再来。哎呦，这个被扣到，这个球被扣到，哇，这个其实这个球应该是撇一个直线的往外撇。太靠网，太靠网。哎，怎么了？被判的触网吗？应该是触网啊，应该是触网，对，应该是触网，应该是。他上来的时候衣服触网，对，应该是触网，应该是辅导。跳起来的时候，应该是辅导，辅导触网，应该是2才抓的，对， 2没错才抓的。他跳起来的时候，刚回波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衣服触网。对。好塞，这就出界，刚好一阵顺风啊，刚好一阵顺风把球带出了他应该到的位置，3-2。好，到了第3局就5分换边了，来看看接下来的情况。目前双方激战了3局，哇，这场比赛打的是难分难解。两队的实力算是相当接近了，对对对。也是，哎呦，没菜呀，这球没有包压回来啊。3-3，辅导的发球。哎呀，可惜了，这个球没接好啊。4-3。这接发球有的时候位置差一点点哈，就比较容易产生失误。吊球，好球，聪明啊！出手的那个 timing 跟放的角度啊，都可以说是拿捏的分寸拿捏的很好。4-4。这球有啊，界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队他的一个打法，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这种扣长球的比例蛮高的，因为你在防守上面来讲的话，这要特别的注意啊。5-4。哎呦，哇，这局已经有2个球没接好啊，是不是要稍微？哦，还好，2分的差距。这个换边了以后呢，有点是，接发球方有点是算是的，逆风的一个情况。6-4。好球，包回来，漂亮，救得漂亮，还有。哇，这阵子风真的很大，啊！
哇，这阵子风真的很大，吹的这样子东倒西歪的啊。这福岛这样子的一个交叉的一个移位的一个进攻来讲的话啊，其实他也蛮耗体力，刚刚是整个没有跳起来。呀，那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哦，在整个的进攻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是完全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刚刚我们看到的在现在的这个场地的进攻，他们是偏向右侧的一个地方哦。那刚刚在这个中华队这个的位置呢，他们偏在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也是右侧的地方，也就是完全避开这个阳光的一个这个路径。好球，再1分哦，现在分数又追上来了，6比6。哇，大斜线，这个球让别人给掌握到。好，现在真的是要拼大家的意志力跟稳定度了啊！7比6。哇，这个球凶！哇，偏掉了！哇，这个球偏掉了！这个球被判出界啊！8比6。还有，有，直接加快啊！好，现在8比7，双方要换边。第3局只打15分啊，所以说节奏会进行得更快。而这场比赛从第1局的28-26哦，到这个第2局21比15，双方目前1比1。那现在第3局也是难分难解啊。哇，没问题，哇，这真的是那个爆发力上去的速度要够快啊，上去的速度要够快。9比7，打球还是要具有一些破坏性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日本呢，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移动是比较快速的哈，所以说你没有太大的一个威胁性的一个这个发球呢，它都比较容易去接到一个比较好的接发。有，好，一直咬住啊，9比8，8比9。好，太可惜了，这个发球啊，10比8。所以这个发球没有掌握好啊，其实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尤其对上对方的这一个基本功算不错的，那你打起来就会比较辛苦。哇，这个球的一个接球没接好，反倒又把机会让给了日本，现在分数稍微拉开哦，11比8。好，现在喊一个暂停，要稍微冷静一下啊。爬沙。哇，真的是比赛的整个变化真的是还蛮快的。那现在就真的要看这一波的整个暂停过后啊，能不能赶紧把状态给调整回来啊？其实讲在打到第3局，又有第1局又打到延长，所以现在真的就是那个肌力开始在往下退哦。那基本上开始在那个纠结的时候要能够撑得住哦，真的对选手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哦。
哇，这个发球刚好压边线呐、哇，这个发球是刚好压边线。突如其来的这个发球的 S12-8。有，要敢打，最重要的就是说，中华队不管是谢亚人也好，或者是王金如也好啊，其实有机会上来的以后呢，就是用强击。那当然就是说路线这选择上面来讲的话呢，尽量能够去打一些技巧性的一些强击球啊。好，现在真的要撑住哦！双方目前的分数差距仍旧是有着3分呐、9-12。那第3局只打15分呐、发球先抢1分回来，10-12啊，只差2分了，连赶2分回来了。敢发一点啊，因为现在带有点逆风的一个现象。啊，现在真的要拼了啊，真的要拼。出界再1分啊！现在11-12，连赶3分回来啊！还有，发球要继续加压。这个球没有包到啊！因为逆风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幅度要高啊，是它会下降。这个你太低了，就提早下降。真的，这个节骨眼发生的发球的失误，13-11。有，好，先追回1分，12-13。好，再看看谢亚人的发球，哦，现在又要换边了。12-13，只差1分。短球有机会。哎呦，短球漂亮哎！哇，这球敢打哎！哇，吊这个斜角小球吊的真是精彩。现在分数赶上来，13-13。哇，没有扣到，没有扣死，14-13。哇，两队的实力真的是很接近啊，所以打起来这种关键分呐、现在都是这一个瞬间的输赢啊。触网有，没事儿，有，稳稳的这分落地，14-14，14-14，一分的来拿，真的还很难说哦。这个中华队有机会。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冷静了哈，你要找出一个方法，不要太慌张。哎呦，这球也压线了，其实可以看到日本队针对这个拦网后方的直线的一个进攻，它比例蛮高的。那当然可以看到前几次王金如也都有补到位哈，那这次并没有往那个方向来补。最主要是有的时候，他日本队的进攻的阵线呢，他会在中间或者是偏右啊，那中间的地方可能就是防守上面会比较辛苦一点。哎呦，好球，救得漂亮！还有，他要是绕到后面来打，还是一样的位置。这个球最后是直线的空档。最后的比分就结束，16-14。哇，这场球两边都打得精彩，最后是日本的组合 Dylan
还有福岛2-1击败了中华队的2位小将。哇，这场比赛真的是蛮可惜的啊，王静茹跟谢雅人功亏一篑啊，就差那么一点点。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关键分的1-2个球的处理，那真的就能不能拿捏的精准，能不能稳定，哇，这真的都是很多的一些考量点哦。对，那其实我们说哈，其实一直说在比赛的过程里，不断的要去观察对方的模式。那我们说以这个主审的来讲的话，主审的左侧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这个场地日本队的进攻它是全部偏重在右侧的地方。那在主审的这个右侧的这场地的时候呢，他那个日本队的进攻它是完全集中在他的左侧的地方。那其实，在中华队来讲的话呢，就很容易掌握出来说他们进攻的位置大部分在哪里。但这个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进攻的模式来讲的话呢，又是说时常是打这个所谓拦网后面的这个直线。那如果说日本队的球呢是偏在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左侧或右侧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防守里面也看到王静茹他都可以守得起来。但是进攻点在中间的时候呢，那范围就变大了。那这个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其实变成说一样打那个点，但是我们防守就守不起来。那或许日本队他在进攻上面来讲的话，他会特别去选择在中间这个区来做。好，我们在这场之后，接下来是胡晨刚跟于秉翰的比赛啊。今天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于俊芳于老师，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的球赛沙排再见，拜拜。好的，刚刚在整个转播过程当中，我真的太兴奋了嘛，真的是一下就收了尾。其实还要再稍微就是跟大家分析之后，我们再结束。其实只能说这场比赛真的是有绝对的机会，可是就是差这个关键那么1-2分啊。不过也看得出来，对手确实是身经百战，所以在那种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格外的沉稳，对不对？对，那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临场你要去观察对方。那其实我如果说谢尔跟王静茹这场球赛来讲的话呢，应该都有赢的一个机会。那是在关键点的时候呢，当然自己的失误啦。那甚至于说在整个日本队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模式呢，我们并没有掌握得很好。那当然就是在这种就是关键的时刻，你可以看到其实我有领先很多或者怎么都无所谓，但是或者是落后很多，但是在关键的一个时刻，对那个处理的一个过程里面，就往往就是胜负就在这一瞬间而已。好，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是我们的另外一组胡晨刚跟于秉翰的出赛，也期待他们对泰国的比赛有好的表现。今天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于宣芳于老师，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沙排再见，拜拜。
欢迎所有的观众，我们来到桃园的大园的沙滩排球场啊，2024年的亚洲沙滩排球的公开赛，我们今天在8月23要来进行的是现场的一场转播。接下来这场球将是台湾的胡晨刚与秉翰要来接受是来自泰国的当维尼跟Chititachi 的一个挑战啊。那现场邀请到是军方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球。目前我们在上午已经看了3场球，那台湾现在有输有赢。不过前一场球讲在比较可惜的啦，谢雅人跟王静茹激战到第3局14比16。不过恭喜了，这就是比赛了啊！比赛这有些时候就真的是，你就非得在那个临门一脚最后的关头。那希望接下来这场球，我们的胡晨刚跟于秉翰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韧性跟表现啊。那泰国这次其实有备而来哦，这次来了3组啊，而且他们一直在整个亚洲的沙排部分也算是推展的蛮用心的啊。对他们推展的蛮早的哈，那也一直都有一些选手，不过他现在的一个选手来讲的话呢，条件素质比以往来得更好啊。那当然，在整个的比赛来讲的话，受到国际的一个这个资讯的一个这个影响嘛，其实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沙排的一个比赛来讲的话，其实各国他们的一个技术能力都表现得相当的不错。这有些时候遇到这种真正的这个好手啊，对我们的国内来讲，也真的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刺激了啊，因为毕竟比赛真的出去就是要见真章啊，是没得闪的。所以说，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好手能够累积经验，那也可以拿到更多的所谓的积分，那都对他们尔后的整个沙排的发展呢是有帮助的啊。好，比赛正式开始，由泰国队先发，打长。2个人就是机动的哦，就是你的举球的方跟你的这个跑动方也跟着他不断要做一些灵活脚步的调整啊。对，那可以看到，其实泰国打的这个应该是比较慢一点哈，但是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攻击的一个力道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会比较选择强击居多了。其实他的发球。哇，这球低了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沙排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只要看一个几球，你就发觉，哎，这一队的默契怎么样啊？打法上是不是也很纯熟啊？就很快就能够见真章了啊！其实他们这些的队伍都之前先到了这个在5月的时候呢，其实都先到了这个中国的江门去做比赛过哈。那其实泰国队呢来讲的话，当时他们只进入到这个第17名啊。那其实他等于说是实力不是特别的好了。当维尼，哇，这球发球有分量哦，这球直接的发球造成了相当好的冲击啊。5比1。哇，这几个球都没接好哦。就一样的逻辑啊。第一时间的这个接球没办法接顺的话，哇，那整个攻击是完全没有办法打出来，还要感觉上还有一点在适应的味道啊。对。好，这个国际比赛节奏真的蛮快的。这个胡晨刚跟于秉翰那现在要赶紧慢慢的把这个场上的这种氛围给适应回来啊。当维尼的发球再是直接包得太快了啊，2比6。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泰国队的一个发球，从现在开始来看的话呢，其实他们是蛮敢发的哈。所以就是他们也很清楚了解说，这个是发球，我一定要去破坏你的一个这个接发。呀，胡晨刚刚这个发球也发偏掉了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下去比赛，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啊，该吹了的对吧？对。那当然，其实胡晨刚跟于秉翰呢，他们经验毕竟还是比较生疏一点的哈，不像说泰国队他们有时常去做一个征战的。哦，这个球2彩这边是不是有触网？所以很多的都是衣服哈，你可以看到这个衣服上来的以后呢，这个衣服的一个这个去碰触到网。
3-7。哎呦，发球抛球的位置好像也不够高啊。有的时候比赛是这样的，经验的累积，有些时候还蛮残酷的了啊！你就非得要过那一关，过那个坎，让你觉得在场上的呼吸不会忽然的加速的太严重。对，那当然，这种累积的经验来讲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回过头来看，就是说你要有的时候就要从失败里面去学习经验啊。那当然，所以说我们说，觉得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培训来讲的话呢，就是时常让他们能够到国外去做一个巡回赛的一个比赛。呀。哇，这个又是直线的这个点被掌握到啊！那最近这几年呢，其实，在亚洲的巡回赛来讲的话呢，其实，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我们说泰国也好啦，或者是这个中国也好啦，办的比赛是蛮多的。OK， 对。所以其实这项运动，其实各国都很热衷了哈，也都很想要在，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能见度会容易就产生一个很大回响的一个运动啊。对。好，5-9。经验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整个泰国在整个快跟慢之间的这个经验打得还蛮娴熟的啊。对。啊，这就还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啊，被判定是出界啊。你可以很清楚感觉出来，现在简单讲的一个差距还在于说，那个在场上那个节奏感啊，胡晨刚跟于炳汉还没有抓到啊，还没有抓到自己的那个攻击各方面的节奏啊。好，这个是贴网。很多人呢，就是开始来去尝试沙排的一个部分呢，他还跳脱不了就是室内的这种打法哈。那其实室内跟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室外的沙排哈，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包括在技术上的一个应用啦，甚至于说在整个的一个场上的这种我们说那种反应判断啊，都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有抓到吗？有，再来。哇，这就完全把角度给打偏，做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个运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泰国队他们整个的一个举球的一个部分呢，它的节奏是算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比较高的。那像他又举高的这种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多半第一个他们的一个技术的稳定度算是不错的啦，就是说他们可能都采用的强击会比较多一点。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观察的时间会更多。那当然就是说各有好坏了哈，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我们说他能够去控制这个球的稳定度它是比较重要的。好，现在真的是
比赛的这个节奏一开始啊，这个第一局的整个状况，当然的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落差，不过没有关系啊，还是要慢慢的一分一分来啊。哇，这个大斜线的一个发球，还是造成了直接的一个得分。好，现在在整个上午的赛程啊，进入到了第4场的安排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华队胡成刚跟于炳汉面对泰国的 Danwini 跟 Chitachi， 在第1局的状况是目前7比14啊。哇，这球直接飘过头了。15比8。这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打沙排毕竟它太多的变数在当下会发生了、哦，对，所以你要怎么样这个灵机应变，很快的能够反应，而且对方给你的压力是一直不断的加下来的哦，所以这真的是个考验哦。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在现场里面呢，除了边看呢，我觉得要边看你边学啦哈，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找出应对的方法。那这个当然就看当下2个人的临场的一个反应啊。先把自己最擅长的给打出来啊、是慢慢的增加各种不同的技，而且我相信一场球过后，你就会有很多的体会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中华2队胡成刚跟于炳汉哦，其实他们2个的一个条件是还算不错的哈、那当然就是说在整个攻击的欲望它比较高，那当然在这个防守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他们就比较欠缺要去弥补的一个区块。那当然，防守里面呢，包含了我们说2大类啦，一个是强击球，另外一个是虚攻球。那虚攻球就是要看这个你的移动呢跟观察的速度够不够。那第2个强击球的来讲的话呢，重的你的手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配合度哦，就是在调控的一个部分呢要掌握得很好呀。这今天就像刚刚青毛所提到，其实泰国队这个攻击的模式上是蛮直接的啊，蛮强攻类型的啊。11比17。还有，好，这球打到了白带，慢了一点。再1分，12比17。张威你。他已经有31岁了，这个年纪也算是比较，应该在沙排里面他算是比较长的。短球，这球触到了网之后，好，是分数赶上来哦，13比17。还是出手就是
有一个不错的接球了啊，跟整个高度啊，所以说对出手就变得可以有很比较简单的一些变化，都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对他其实就是弹跳能力不错了哈。那当然就是说他高度够嘛，所以他抢起的一个比例就比较高一点。好球哦，这个顶回来好球顶得漂亮。一比看这个的防守。14比18，只差4分。哇，还是硬是在上面硬把球给压过去哦。刚刚威利他的一个弹跳能力算是真的不错，不错啊你看他这个打顶也算是高的，处理球也是在高点来处理，所以这个会让中华队在防守上面呢比较辛苦一点。哎呦！Kitty Tuki 这个发球，这个抛球这个是有点低了一点。嗯。很敢打，很敢打，现杀力耶，对啊，真的是啊。对，你看他们的形态，然后他的形态来讲的话，大概就可以看出来它的特性在哪里呀。20比15，这种打法是很这种直接直上直下的啊，因为他有强烈的攻击欲望。嗯。好，拦到哇，这个被拦下来，21比15，第一局让泰国队先给拿下。赢得。好的，在整个第一局的状况来讲，就还有一段路啊。对我们的2位小将来讲，胡成刚跟于炳汉啊，这还要继续的慢慢适应沙排的一些特性啊。是，其实我们也不担心了哈，因为每一个选手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哈，因为必须就是说你要去接受更多的一些震撼的教育了哈。那当然这个的过程里面他们会找到一些就是打法的一个技巧性。那其实2个的一个条件不错，那弹跳能力也很好，其实他们也是蛮敢打的。但是至于说手法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说他应该要去多学一些变化。嗯。哇，还想硬扣，硬是要扣就对了了。因为很明显的看到没有人拦网嘛，你看他的这个队友就给他喊了，这个没有人拦网了，就是 no call no call。哎呦，哇，哎呀，这个接过头，反倒是没有人卡吧啊！所以这个打沙排真的是你那个观察力要很敏锐，脚要很快。对，有的时候像这种球，比如说像刚刚这个比看这个球来讲的话，其实看到了就直接先过去了，就不用去等后面的人来。嗯。这有很高的一个攻击的欲望是很好哈，但是在整个路线啊手法的部分呢，可以多加学习一下。呀，所以真的你看这种沙排球员在打，就他真的做这种重扣的，其实没那么多哎，真的来讲是没那么多哦。其实也不是说没那么多，其实很多的就是重扣。
我们说他越成熟的一个这个选手来讲的话，因为他稳定度够嘛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身高也够，弹跳能力也不错。那当然就尤其是男孩子，这种重扣的比例蛮高的。哇，想要抹一个，可惜还是稍微轻了一点点。对，像这种也是没人拦网的情况之下，你何必去调动小球呢？你可以强击，因为强击来讲的话，其实对方不见得守得起来。还是在这个整个攻击的一个判断跟那个相对位置啊，你该怎么样去运用你自己的一个优势啊？短球发生了失误。好，于炳汉的发球。有第二局这个发球的加压，其实有让对手感觉到比较多的压力啊。对，其实不要想太多，因为其实沙排来讲的话，我们说不管是室内也好，或者是沙排也好，它的发球其实都是一样，只是在于说沙排的场地它少了1公尺那包括自己这边来讲的话，一共是2公尺。那所以说你这个的控球的一个部分呢，稍微在能够去自我的要求一下那可能稳定度提高一点。好，这个球掌握的不错啊。于炳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2位，我说炳汉也好，或者是陈刚也好，其实2位都是蛮敢打的选手那当然，球稳定了以后呢，那能够路线找寻得出来好一点的一个路线来讲的话，其实强击真的是很有效的。你看，真的党维尼几乎是100%都是直接扣了啊。是。过去的哇！所以那个等于是那个基本功啊，就这样说这个球，你又要算那个风的可能速度，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拿捏的分寸，而且你的重心如果没有下去直接顶的话，那个球又不是那么稳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观念的问题了就是有人说我现在是比如接了以后呢，我就是送了一个比较短、比较快的一个部分。那你可以像泰国队，我们说他就是送高了以后呢，我自己可以来决定说，攻击手要决定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做过一个进攻，要强击或者是要虚攻。好，8比6。哇，还有就是，当然就第一个接球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精准度了啊。这个球可惜接到了网带上，这球来不及了。其实还是少了半步了因为你如果说能够多了半步呢，你重心会比较稳一点，可能控球就好一点。哎呀，这手撇掉了。所以简单讲，就是打排球是杀排，就因为2个人，所以你那个第一时间接球那个马步一定要真的是蹲得够低，对不对？对，重心压得够低，脚步一定要到位啊。哇，这2个球都在整个接球上的一些偏差啊，那也使得分数稍微被小拉开。现在喊了一个暂停啊，6比10。这有的时候就这样了，你就练很多那不管是模拟对抗赛，下去比个1场2场，你就慢慢差不多知道，原来是这种状况就对了啊。对了，那讲太多，情境的模拟很重要。对，当然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创造出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境嘛，因为毕竟练习的时候跟这个实际的比赛里面那种压力是不一样啊。哎呦，哇，又是弹出去，出界啊，又是出界。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真的是手法观察跟手法啊，观察之后应变出来是相对应的合适的手法啊。对，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秉翰跟陈刚两位哦，他们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欲望很强，但是就是说强击球是没有问题，但是偶尔就像说有一些你自己在起跳不是那么平衡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打一些技巧性的一些小球啦之类的。那个逻辑就是你不能硬要，对不对？你要顺势而为，你不能硬要。好吧，那就是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过程。好，秉翰的发球，哇，一样啊，这半啊力量稍微收掉啊，往侧边稍微带一下下，还是有它的效果。发球的失误，他这个的发球，因为你只是看他的一个发球有点缩在一起的，对高度没有了，变成是往下降的。哎呦，吴成刚也是发球，就泰国这个组合虽然说强攻，可是他们的稳定性没有到那么高了啊，没有那么高。好的，在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第4场球啊，那这场比赛是我们的胡晨刚跟于秉翰，那面对是泰国的好手当维尼啊跟Taji的一个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2局。哦，这球突然间放轻啊，有它的效果。就是你就看对方在整个退跟这个反应的整个位置上，你就知道你有哪些的空间可以运用啊。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都说，比如说对方还在退的过程里面，你强击他，有的时候他会这个判断上面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精确啊，也是一个效果。或者是说他退了以后呢，你在他前面放一个小球，因为重心往后再往前，等等的状况。打法很多种啊，但是看临场的一个状况。那只是说你当下的时候呢，怎么去运用这些技术。这个很明显的啊，球打料球轻了太深了啦哈。哇，那很多的分寸拿捏，你都要慢慢的去修正。对啊，所以像我们在国内里面来讲，在台湾整个沙排很多的选手都不大敢用举球，因为他就认为说这个尺度抓得蛮紧的。那应该回过头来讲啊，就是说你的一个训练的过程里面呢，倒不如就是赶快的去把这个技术把它好好的学，因为就把它弄清楚，把它真的是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啊。对，上手的举球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现在的整个得分也是啊，失分也是啊，都是当维尼自己的一个，其实主动权都在他了啊，对，就看他要不要了啊。哇，还是一样失误有点多啊，这个发球也是发偏了啊。其实有时候发球，我们会说发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角落啊那些的，其实也不一定。沙排来讲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我就专攻人。我明明知道你2个人，你的一个这个接发球比较不好的，我就全部来找你，所以我也不用太刻意的去做一些这个闪避啊，不用发到那么边边，因为那个变数太大，因为风在吹啊放慢。好，这个球没吊死，对方有防备啊，反倒被对方是一个直接一个斜线的攻击。
17比11。哦，这个是一个又是 lucky，对，直接的触到了网带之后给弹了进去，18比11。不过这种球真的是有时候很难解啊！你碰到了网带，它变不规则哦。呀原本你可能站在那个地方是判断好了这个路径，但是会有一些状况。又被风吹了，又被风吹的。空档啊！当然，你如果球修正的都可以到位，你的队友本身又有很好的弹跳，那个视野就变得很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泰国两个他在两个的沟通做得很好，就是说他球举起来了以后，就会提醒他说打哪个路线哦。嗯，这球稍微偏了。12比19。哦，又是一样，输赢都看他自己，失误真的是蛮多的了啊。对，而且你看到这个是完全是没有人拦网的，真的。队友给他提醒了，他想要来一个更大的强击吧，没有人拦我就强击了，这个东西。当为你自己的失误啊。所以看到中华队的一个发球策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他基本上的发球呢，就是找着1号嘛，等于做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哦。那当然还是要稳定度要好一点了。因为沙排真的讲的基本功哦，它比较全面一点，就是说你要什么都要具备，然后什么都要稳定。就你自己都要会了，你不能靠别人啊。对，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对。14比20。他最累的地方就是说，我要去防守，防守完了以后我又是攻击哈，所以他会比较辛苦一点。哇，这还是被对方给逮到，这一场比赛结束啊。第二局14比21，那泰国的组合直落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同时，整场比赛结束，恭喜泰国队以2比0获胜。End of this match. Congratulations, the winner is Team Thailand. 好，霍建刚跟于炳汉的比赛，这一场比赛节奏有点快，所以就变得有点打法上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就变得让对手很快就顺着自己的节奏把比赛给收掉啊。对，其实蛮可惜的哈。所谓蛮可惜，就是说今天这个泰国队来讲的话呢，单位力他失误率算蛮高的，但是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好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在于整个的一个打法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胡成康跟于炳汉啊，他们还没有办法跳脱在室内的一个打法哈。那在整个出手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其实强击是好事情，但是有一些你自己平衡失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这个打法的技巧，是他们要去加强的一个区块。好，我们在上午为大家介绍了4场比赛，2场的女生，2场男生。那待会休息之后，在下午的1点钟，下午的赛程，我们继续要看中华队的一个整个拼战，期待下午有好的表现。再度谢谢身旁的于金芳于老师，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沙排再见，拜拜，拜拜。